罗言，兄弟，这仇不报非君子。奢华楠木桌上摆满佳肴，陈天静坐着，脸上却挂满了不甘与愤怒。数月来，这是第一回陈天未在用餐时间动向牙快，他拿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，愤恨地将酒杯摔在地上，眼眸猩红，拿出手机打通了一个电话。托坎将军，数月以来多谢款待，我要走了。你的伤还未能痊愈。罗言是我至亲手足的兄弟，这仇不报，我是不为人。且罢，需要帮忙，随时开口。眼看陈天的手就要触碰到监狱大门，大门轰然打开，五男一女特战队员列队阻拦住陈天的去路，眼神坚毅。老大，你伤未能痊愈，不能出去冒险，想走就把我们几个打趴。让开！不让，除非……特战队长话还未说出口，陈天眼神一凛，突然出手，拳头带风，瞬间撂倒两人。其余队员虽眼圈泛红，却依旧死战不退，动作干脆利落，阻挡着陈天。一瞬间，6名队员被打趴在地。陈天神情复杂地看着他们，抱歉，这次我必须亲自去。少将赵振东倚靠在沙地军用车上，看到是陈天，怒目而视。陈天，你找死！这么多人费心费力救你，为你打造这密不透风的疗伤监狱，给你治疗，不是让你白白去送死的。首长，罗言是替我死的，我必须为他报仇。还有他的家人需要保护，如果他的家人出事，我百死莫赎。赵振东拳头紧握的发抖，双目猩红一片，最终长叹一声：组织同意你退役，即刻去东海保护罗言妹妹，查出幕后真凶，以血还血。陈天眼中燃起怒意，竟一转身，大步走上吉普车，绝尘而去。6名特战队员举起右手，对着已经绝尘而去的吉普车敬。小黑与6名特战队员眼神炯炯地看着远处已然消失的黑点。女子放下手机，满面愁容，眉眼间满是担忧。中年女佣垂手站立：小姐，您怎么了？他出来了，不过伤还未能痊愈。小姐，说句您不爱听的话，他终究是被陈家扫地出门的弃子，能活下来实属不易，恐怕这辈子无法再回到巅峰时态。这样子，他配不上您啊，配不上我。女子不屑地冷哼了一声，眼神坚定地看着女佣。我认定的男人岂容你智慧？他是狼王，只是暂时小气，等他报完仇，我便等他娶我。女佣不再说话，垂头而立。女子看向窗外，眼中满是憧憬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脸颊飞来2坨红晕。陈天走出车站，一身迷彩服与周围格格不入。陈天正在通着电话，语气温柔：小将，我是陈天哥，我到东海了。话音未落，陈天听到一个尖锐的女声：抓小偷啊！陈天眼神阴翳，转身单手将小偷摁倒在地，反手将书包拉链拉上，动作行云流水。唐思琪看得怔了一瞬：你不看看少没少东西？他没机会在我眼前动手。唐思琪若有所思地点着头，心中满是对眼前之人的佩服。正欲离开，陈天突然面色凝重：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别动，有危险！3道带着消音的破空声骤然响起，3颗子弹擦着唐思琪的裙摆飞过，狠狠嵌入身后的广告牌。子弹。如若不是陈天，这3枪落下的位置将是唐思琪身上。碍事的东西，给我死！王海就欲再度抬手打出子弹，陈天面色不变，死死护住唐思琪，一脚踹飞王海手中的枪械。王海的手腕竟被生生踹断，手枪脱手飞出。只见他强忍着疼痛，另一只手抽出匕首，直刺陈天心口。雕虫小技！陈天丝毫不惧，打出一掌，这掌风便将王海打飞了出去，重重撞在肚之上。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唐思琪的2名顶级保镖都未能反应过来。这身手！王海挣扎着想爬起，瞥见远处赶来的唐世豪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，猛地一头撞向旁边的石柱，当场气绝。思琪，2名保镖连忙上前，压低声音将刚才的惊险一幕飞速汇报。唐世豪望向陈天的目光满是敬畏与感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烫金名片递上前：小兄弟，我是唐世豪，多谢你救我女儿性命，今后在东海有事报我的名字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周围路人倒吸冷气，谁都知道唐世豪是东海地下龙头，这张名片堪比免死金牌。可陈天只是扫了一眼，并未去接。举手之劳，他之前帮我提醒小偷，算互不相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下次我要好好谢谢你。陈天。陈天的身影很快融入拥挤的人潮，唐思琪望着他的背影，心头竟泛起一丝莫名的悸动。唐世豪看着地上的断刀和尸体，眼神深邃，对身边保镖吩咐：把这里处理干净，另外查清楚这个陈天的底细，还有王海背后的人。是。陈天那段录像很快传到了警局内，梁娜反复回放着陈天制敌的画面，俏脸上满是震惊。这样毫无破绽的战斗风格，哪怕是电影都拍不出来。梁队，杀手身份查清了，王海，外号王麻子，西南通缉犯，手上有7条命案，枪法和格斗术都极其狠辣。能这么轻松解决王海，绝非普通退伍军人。那个陈天的身份查到了吗？查到他是坐 G27 6次列车从琼海来的，但他的户籍、服役记录全都查不到，系统显示权限不足。梁娜不解地看着小刘，能让他们都无权访问的信息，这人到底是何身份？能被加密保护的身份，要么是顶级大佬，要么是极度危险分子。立刻调取全市监控，务必查清他的行踪。梁娜眼神复杂，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必须调查清楚。少哥，通融下，我找乔先生，这点心意您收下。岗亭内，中年男子正将一瓶好酒往保安手里塞，笑容堆得满脸褶子。那保安嗤之以鼻地看着中年男子，不屑于他的阿谀奉承。规矩懂吗？泽园不是谁都能进的，要么拿出预约信，要不滚。男人还想说2句好话，低眉顺眼的样子让保安的虚荣心大作。只见陈天背着简单背包，稳步走向大门，脚步声清脆，瞬间吸引2人注意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找乔泽汉。话音刚落，中年男子猛地转身，脸色骤变，指着陈天怒斥：
你小子疯了！乔先生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还想见乔先生，痴心妄想。保安也面露不屑，上下打量陈天的朴素衣着，眼神里满是轻视。先生，麻烦你搞清楚身份，乔先生岂是你能直呼其名的？赶紧离开，别在这儿闹事。我找他自然有我的道理，他的名字我为何不能叫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为了见乔先生一面，准备了3个月，都不敢如此放肆。你一个穷小子也敢在这里装腔作势？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镜头转向远处，乔泽汉拎着2大包菜，急匆匆跑来，老远就喊：小天，可算等着你了。见到来人，保安和中年男子僵在原地，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天。乔叔，你怎么亲自去买菜了？你小子突然要来，我不得亲自下厨露一手，让佣人买不放心。快跟我进去。乔泽汉说着，不由分说拉着陈天就往园区里走，全程没看保安和中年男子一眼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乔先生竟然对他这么客气。乔泽汉带着陈天来到了家中，家中装修极其低调，墙上挂着一个少女的照片。乔泽汉招呼着陈天坐下，保姆立马盏茶倒水。你阿姨去杭城开学术研讨会了，洛西那丫头去苏氏比钢琴了，后天才能回。你先歇着，我去把菜处理了。乔叔，不用麻烦，我随便吃点就行。客气什么？10年没见，你小子都长这么高了。当年要不是你妈说你去部队锤炼，我早就派人找你了。陈天目光落在照片墙上的少女照上。洛西都长这么大了，还记得小时候总跟在我屁股后面跑。10年了，你在部队的事我多少知道点。国家功臣啊，来干一杯。乔叔过奖了，我现在就是个普通人，这次来东海，想在这边待一段时间，可能要去东海大学那边。东海大学好办，乔家在那儿有股份，我打个电话直接给你办入学。别，乔叔，您什么身份？何必为了我屈尊降贵？在你面前谈什么高贵？你能去是东海大学的荣光。对了，洛西也在东海大学，你多帮我照看着点。放心吧，乔叔。两人推杯换盏，酒过3巡，乔泽汉不胜酒力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陈天见状，悄悄离开。夜色浓郁，陈天走在街道上，眼神瞬间眯了起来。他停下脚步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猛地转身出来。梁娜警觉被发现，抬腿就要跑，陈天顺伸到她身前。美女，长得挺漂亮，跟踪我这么久不累吗？梁娜猛地抬头，眼神里满是错愕，随即闪过一丝狠厉，随后又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。先生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只是路过。路过，从地铁口就跟着我，一路到这路走得够巧的啊，梁警官。你知道我是警察，还知道我的名字？梁警官想不到吧？被跟踪了这么久，我总得反侦查回去。梁娜暗叫不好，一摸口袋，自己的警官证果然消失不见，她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拿走。陈天，老实交代，你和唐世豪什么关系？来东海目的是什么？昨天刚到东海火车站，由于唐小姐抓扒手，我见义勇为救了她，仅此而已。梁娜瞬间语塞，陈天所言无懈可击，无从反驳。突然，街角处传来争执声，唐思琪有些醉酒，蔡松涛眼神贪婪，身后的小弟们也都起哄着：思琪，听话，蔡少好心送你，别不识抬举。怎么，梁警官看到混混骚扰女生，作为警察，你不会不管吗？梁娜脸色一沉，从陈天手中夺过执法证，快步冲了过去。住手！警察，光天化日的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蔡松涛愣了一瞬，随即嗤笑一声：警官，我们2家是世交，送同学回家也犯法。是啊，警官，莫不成你也想上我们蔡少的车？梁娜脸色瞬间惨白，这唐思琪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说不出话，没有现行证据难以处置。他眼珠一转，突然指向陈天：祸水东引。哼，你们想带走唐思琪，他能同意吗？昨天在火车站，他可是对唐小姐搂搂抱抱，亲密无间呢。蔡松涛闻言，脸色瞬间大变，愤怒地看着陈天：你找死！许是因为妒忌，他与唐思琪接触这么久，唐思琪从来没给他好脸色，凭什么这个男人可以这么轻易地接近唐思琪？给我上，打死这废物！那3个小弟闻言立马冲了上去。你们敢袭警？少废话，你这警察滚一边去，不然等会儿连你一块收拾。梁娜就要动手，却不想陈天动得更快，只是一瞬间就将几人收拾了个服帖，躺在地上站不起来。整个过程不到3秒钟。妈的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老子养你们是吃干饭的！蔡松涛大喊了一声，只见2个训练有素的保镖冲了出来，这是蔡松涛在暗处的保镖。小心，这2个家伙不是刚刚那几个软脚虾能比的，都一样的垃圾，有什么好注意的？短短几秒钟，那2名保镖就被陈天解决。梁娜甚至没反应过来，现场只剩下一个抖成筛坑的蔡松涛。你到底是谁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陈天。突然，一个身影动了起来，直扑陈天而来，是唐思琪。醉酒的唐思琪听到陈天2字，摇摇晃晃地扑进了陈天怀里。一旁被梁娜扣着的蔡松涛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满眼的羡慕。梁警官，你说这把他留在这也不是办法，我就好人做到底。你带他去哪儿？找个可以休息的地方。梁娜要将蔡松涛押送回警局，一时也抽不出手来，只能相信陈天。
蔡松涛被押送走时，愤恨地看着陈天。陈天，你给我等着！陈天回头瞥了蔡松涛一眼，只一眼，蔡松涛竟被吓得一哆嗦，硬生生闭了嘴，脸色惨白。陈天抱着昏睡的唐思琪走进酒店，唐思琪浑身软得像面条，根本问不出住址。陈天无奈摇头，快步走向前台，开个房。好嘞，帅哥，206大床房。陈天刚转身，罗晋急匆匆跑到前台，指着陈天怀里的唐思琪：“王姐，那是我们学校的唐思琪，她怎么会这样？校花也得谈恋爱啊，被男朋友抱来开房很正常，说不定是故意装醉被捡尸呢。她不是那样的人，肯定是被灌醉的，我得上去看看。”罗晋挣脱王姐阻拦，快步追上楼。王姐见状，立刻掏出手机给老板打电话：“站住，你这流氓！”陈天一愣，转过头，不解地看着罗晋：“你想干什么？快放开他！”陈天眼睛打量着罗晋，眼神微眯起来。罗晋害怕地向后退着：“你是罗晋？”罗晋这才大着胆子看着对方，脸色满是疑惑：“你认识我？等等，你是陈天哥哥？”“是我，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见面。”陈天将与唐思琪的相遇经过快速说明，罗晋这才恍然大悟，满脸愧疚：“对不起，陈天哥哥，我误会你了，我来照顾他吧。”陈天点了点头，将唐思琪交给罗晋。罗晋将唐思琪安顿好后，楼梯间便传来咚咚的沉重脚步声。来者身宽体胖，是酒店老板。我看是谁在这儿闹事。听到了动静的罗晋立马跑了出来。老板，您来了，这是我哥哥的战友，刚刚的事儿都是误会，是这个小姐喝多了。罗晋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邢虎置若罔闻，径直冲向陈天，大手就要逼近陈天。陈天一动不动。罗晋暗叫不好，脑海里盘旋着怎么办。只见邢虎激动地抱住了陈天：“大哥，我可想死你了！胡子，再胖下去，这楼都要被你踩塌了。”大哥，还不是当年龙魂选拔你没选我意欲暴饮暴食吗？罗晋彻底傻眼，看着两人熟络的样子，半天反应不过来。你们竟然认识？他叫邢虎，这段时间一直在暗中保护你。你哥罗岩是我兄弟，首长说了，你要是出了事，大哥你能把天捅个窟窿，我这也是尽一份力。罗晋眼圈发红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陈天语气凝重：“杀害你哥的蒙面人还没找到，我来东海就是为了查清楚真相，为他报仇。”大哥，让我留下帮忙，我在东海人脉熟，打探消息方便。陈天点头应允。邢虎立刻献宝似的奉上518总统套房的钥匙。大哥，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总统套房，4个房间，2个卫生间，今后你就住着，小姐也搬上来，方便照顾，也安全。罗晋犹豫片刻，点头答应。三人刚安顿好，楼下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唐思琪头昏脑胀的冲下楼，看到前台的王姐，立刻冲过去，语气急切：“是谁？是谁带我来开房的？我要杀了他！”好像是罗晋的哥哥。罗晋的哥哥在哪？王姐指向一旁，陈天等人还聚在一起聊着天。唐思琪看着陈天的背影，愤怒地走了过去，对着陈天的背影大骂：“就是你带我来开房的！”待到陈天缓缓转过身，平静地看着唐思琪，唐思琪的怒火戛然而止：“你是陈天？不然呢？唐大小姐，你就是这副态度对待帮了你2回的救命恩人。你这也不能带我来开房啊！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。”一旁的罗晋走上前去，拦在二人中间：“思琪，你喝多了之后，是陈天哥哥带你来的这儿。是我帮你擦了身体，是我没说清楚，让你误会了。陈天哥哥是我哥哥的战友，不是坏人。”闻言，唐思琪立马羞愧地低下头去：“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，谢谢你又帮了我。”“没事，你还子少喝点酒，免得被人钻了空子。”唐思琪乖乖点头，竟觉得他的叮嘱格外受用。小静，你是不是跟这个哥哥住在一起呀？”“不是的，陈天哥哥今天才住过来。”唐思琪心里莫名松了口气，又升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。他看向陈天：“你打算一直在这住，做什么工作？”“我打算在这家酒店当保安。罗晋哥哥牺牲了，我得留在这保护他。”一旁的邢虎着急，刚要开口说什么，被陈天一个眼神打了回去。“哎，只要老大愿意留下来就行，但这保安也太屈才了。”唐思琪心中一震，对陈天的好感瞬间飙升，没想到他如此重情重义。“我可以帮你介绍更好的工作，当保安太屈才了。”“不用，当保安挺好，方便照顾人。”唐思琪没再坚持，几人又闲聊了一会。罗晋催着唐思琪去上学，两人并肩离开。那蔡松涛动了点关系，将自己保释了出来。出来后就跟着唐思琪来到了酒店。陈天已经上了岗。“蔡少，这小子就是个保安，你之前想多了。唐思琪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小保安？原来是个底层废物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就在蔡松涛要离去时，只见罗晋和唐思琪从一辆豪车上走了下来。见到唐思琪，蔡松涛立刻打起精神，假惺惺地迎了上去：“思琪，昨晚你喝多了，现在没事吧？多亏了这位保安兄弟帮忙。”见到蔡松涛这张令人作呕的脸，唐思琪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，就要吐了出来。“滚！昨晚要不是你灌我酒，我会这样，你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说完，他语气中夹杂着些许娇嗔，转头冲陈天喊着：“站着干什么？过来帮我搬东西！”
蔡松涛和葛浩定睛一看，奥迪 TT 的后备箱里装满了衣服、被子和生活用品，竟是要搬家的架势。你这是搬家？我要住这里，跟你住一起。住一起3个字像惊雷炸在蔡松涛耳边，他瞳孔骤缩，浑身冰凉，不敢置信地瞪着唐思琪。唐思琪，你疯了？这里是酒店，你怎么能跟一个保安住一起？你爸知道吗？我家的事不用你管，我想住哪就住哪。蔡松涛、葛浩，别以为你们家有钱就能胡作非为。思琪想住，这是她的自由，你们管不着。你们要是想拦，尽管试试。蔡松涛死死盯着陈天，眼神怨毒的能滴出沫来，僵持了3秒，最终咬着牙转身。我们走。陈天带着唐思琪大包小包的行李往酒店走去，罗晋凑了上来解释：陈天哥哥，早上的课太无聊，我和思琪一拍即合就搬过来了，这里是套间，我住隔壁，不打扰你的。闻言，陈天无奈的摇了摇头。你们开心就好。对了，刘哥刚才帮了忙，我把电话留给他了，免得他被蔡松涛报复。想不到这陈天居然如此重情重义。放心吧，真有事我爸也能帮上忙，那蔡松涛不敢怎么样。爸，思琪真搬到梦想酒店跟那个保安陈天住一起了，这传出去，唐家颜面何在？爸，思琪有主见，先问问他情况再说，别冤枉了他。闻言，唐世豪拨通唐思琪电话。思琪，怎么回事？听说你跟陈天住在了一起。电话那头，唐思琪把昨晚被蔡松涛灌醉，陈天相救，以及罗晋同住，借助被骚扰的事说明。蔡松涛敢动我女儿，司徒战安排人盯着他，再敢对思琪不轨，断他双手。是，豪哥。另外，陈天身手不凡，却甘当保安，大概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不过有他在，以他的身手，思琪也多一层保障。多留意他，别让思琪受委屈。刘建林哼着小曲，骑着电动车往酒店赶。自己上岗的时间快到了，刚拐弯就被一辆面包车拦住。葛浩带着打手冲了下来。刘建林，还记得爷爷吗？敢帮陈天，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。刘建林丝毫不畏惧，转身下了车，摩拳擦掌。狗东西，想打架？来啊！刘建林身手不凡，却耐不住双拳难敌4手，打手们涌上，没多久，刘建林被打翻在地。废你一条腿，长长记性，要是再敢多管闲事，把你老婆女儿找来，一起伺候老子。刘建林疼得脸色通红，却咬牙不吭。葛浩掏出他的手机，让手下拨通罗晋电话。罗晋吗？刘建林出车祸受伤了，在商业街拐角，你快来看看。刘建林挣扎着想夺走手机，打电话给陈天。葛浩踩住了他的手，就等着罗晋自投罗网。小静，别过来，快跑！罗晋跑近之后，才发现刘建林根本不是出了车祸，是被人威胁了。罗晋脸色越来越沉，却还是往前走。想救他，你过来换。你们别打了，我跟你们走。打手们把罗晋带走。刘建林艰难爬起，拨通陈天电话。陈天被手机铃声惊醒，接起电话就听到刘建林虚弱的声音：陈天，蔡松涛动手，我腿被废了，小静被他们绑走了。陈天闻言睡意全无，瞬间脸色铁青。刘哥，你在哪？我马上到。陈天挂了电话，便拨通了邢虎的电话。邢虎很快过来了。老大出事了吗？蔡松涛绑了小静，刘哥在商业街拐角被打了，你立刻送刘哥去医院，查清楚蔡松涛的底细，我去救小静。陈天话音刚落，手机再次响起。蔡松涛的声音传来：小保安想救罗晋，来龙江花园19号，我等你。陈天挂掉电话，眼神狠厉如刀。邢虎知道自己老大真的动怒。胡奎看着手机，手机上反复播放着陈天在火车站出手的视频，神色越发不安。葛浩坐在一旁，猥琐地打量着被捆在一边的罗晋。胡奎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等解决了陈天，唐思琪就是我的了。蔡少，这人不简单，他的身手我看不透，我要叫我师兄黄立威来帮忙。黄立威？至于吗？不过叫来也好，省得夜长梦多。你们别痴心妄想了，陈天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就你，等会让你亲眼看看他怎么死的，然后老子再好好疼你。师兄，我们这儿碰上一个棘手的小子，还得请您出山帮忙。突然，仓库大门被踹开，众人齐齐看向大门。陈天站在门口。你爷爷我来了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葛浩。葛浩见他孤身一人，立马嚣张起来，掏出匕首架在罗晋脖子上。小保安，干坏蔡少的好事，跪下求饶，不然我就……陈天哥哥，你小心点，这胡奎不是什么善茬，他们还叫了胡奎师兄黄立威来帮忙。小静别怕，交给我。少跟他废话，胡奎动手。别着急，等你们人到了再动手。现在把你手里的刀放下。放下，行啊，你给老子跪下，老子就考虑考虑。葛浩话音未落，陈天手臂微微一抬，一粒石子如子弹般射出，瞬间，葛浩的胳膊就断裂开。葛浩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：胡奎，快上，弄死他！胡奎脸色骤变，他没想到陈天仅凭一粒石子就能有如此威力，再也不敢犹豫，低喝一声，如炮弹般朝陈天直冲而来。拳头带着呼啸的风声砸向陈天。哈哈，陈天，你死定了！胡奎这一拳能打死一头牛。陈天站在原地，眼神平静无波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下一秒，砰的一声巨响，胡奎的身体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，重重摔了出去。胡奎喷出一口鲜血，瘫倒在地。什么？蔡松涛的狂喜僵在脸上，眼睛瞪得滚圆，
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葛浩更是吓得浑身发抖，捂着断裂手臂连连后退，差点摔倒。蔡松涛最快反应了过来，歇斯底里的大喊：胡奎，掏枪，用枪打死他！你忘了你带枪了吗？重伤的胡奎挣扎着爬起来，掏出腰间的手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陈天。蔡松涛和葛浩瞬间挺直腰板，脸上重新露出凶狠的表情。奎哥，开枪打死这个杂碎，为我报仇！你确定要用枪指着我？胡奎眼神犹豫，却还是咬着牙把枪口抬高了几分。他确信眼前的人绝对能在师兄来之前解决掉在场所有人，只能寄希望于枪法终结陈天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胡奎，开枪，快开枪！突然，陈天突然动了，身形化作一道残影，直扑胡奎。胡奎瞳孔骤缩，慌忙调转枪口，后动扳机。突然，蔡松涛发出惨叫：“我的腿！”这一枪打在了蔡松涛腿上，枪法不错，就是打偏了，要不要再试一次？蔡松涛脸色惨白，看着陈天的眼神满是恐惧。他终于明白，陈天若想走，没人能拦得住。你有种，就等胡奎的师兄黄立威来，他来了，你必死无疑。当然的，不然怎么算清你们打了刘哥，绑了小静的账？今天的事才刚刚开始。看来是我白担心了，这些人对陈天哥哥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陈天哥哥，要不我们还是……放心就行，我倒要看看蔡少能请出什么厉害角色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子从门外缓步走入，胡奎看到男子，眼中爆出狂喜。师兄，你可算来了！黄师傅，你可来了！别弄死他，先打断他的腿，我再加100万。黄立威扫视着周围的惨状，眼神盯着蔡松涛。打伤我师弟，你想怎么死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！黄立威一怔，随即怒火中烧。他纵横江湖多年，从未有人敢如此轻视他。豁然起身，如猎豹般扑向陈天，比刚刚那个杂碎强不少，但也不够入老子眼。只一拳，黄立威被轰了出去。黄立威迅速反应过来，再次冲向陈天，手中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，速度快如闪电。杀了他！陈天单手抓住了黄立威的手腕，匕首离他的下巴仅2厘米，再也无法前进分毫。杂碎，你们惹错人了！骨骼碎裂的脆响传来，黄立威的手臂被生生捏断，匕首当啷落地。陈天一脚踢出，黄立威再次倒飞出去。然而，黄立威倒地的瞬间，闪电般勒住罗晋的脖子，把刀子捡起来，捅自己3刀，不然他就得死。陈天观摩着手中的匕首，陈天哥哥，不要！看着罗晋渲然欲泣之态，陈天心中五味杂陈，怒火也随之升腾。放开他！我说了，你捅自己3刀，我立马放了他。黄立威话音未落，只觉得面门那一阵剧烈的，再反应过来时，自己已然被一拳轰在了墙上，咽喉一甜，鲜血哇的吐了出来。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！胡奎、蔡松涛、葛浩3人彻底呆傻住了，他们不惜花重金和脸面请来的人，在陈天手里连一招都过不了。你……黄立威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，他犹豫片刻，看清来电显示后，脸色骤变，颤抖着按下接听键。虎哥，你说什么？他是您老大？电话尚未挂断，黄立威扑通一声双膝跪地，脑袋重重磕在地上。胡奎、蔡松涛、葛浩3人彻底僵在原地，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。天哥，饶命啊！天哥，我不知道您是虎哥的老大，求您饶我一条狗命。什么？那次师兄在非洲被虎哥吊在峡谷笼子里20年，不然我这心高气傲的师兄怎能为他人所用？这人居然是虎哥的老大！见状，蔡松涛立马反应了过来，惊慌失措地大喊起来：“黄立威，你疯了！你收了老子的钱，就是这么给老子办事的？”只见黄立威站起，走到蔡松涛面前，脸色阴沉。蔡松涛暗叫不好：“黄立威，你敢动我？我爸是蔡志达，你要是动了我们，蔡家不会放过你的。”黄立威眼神一狠，一把拉过蔡松涛，狠狠一脚踩在他完好的腿上，咔嚓一声骨裂声响起。啊！我的腿！黄立威毫不留情，接连踩碎蔡松涛的另一条腿、双臂，骨骼碎裂声和惨叫声此起。天哥，就是这只手负了您的女人，我这就废了他。只闻咔嚓，他竟一掌生生斩断了自己的手臂，面不改色，只是死死盯着陈天，等待发落。陈天哥哥，我们走吧。陈天瞥了一眼满地哀嚎的众人，眼神中没有一丝同情，拉起罗晋的手，转身走出庭院。黄立威和胡奎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的逃离了这里。天辉医院是国内顶尖医院，骨科尤为出名。刘建林头部缠着绷带，腿上的绷带渗出血迹，刘小雨哭得泪眼婆娑。爸，医生说你的腿粉碎性骨折，已经坏死，要截肢。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你要是截肢了怎么办啊？小雨，别哭，爸没事。老大怎么还没来？医生说只有院长杨玉斌出手，才有一线希望保住腿。可他秘书说院长太忙，根本不见人。这可怎么办啊？躺在床上的刘建林心中五味杂陈，难道自己真要一辈子躺在床上了吗？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，刘哥是我连累你了。众人看着进来的陈天，刘建林松了口气。小静没事就行，就是我这腿。放心，刘哥，我绝不会让你这条腿废了。陈天掏出手机，拨通乔泽汉的电话。乔叔，我朋友在天辉医院受伤，需要帮忙联系下这里的人。小天，巧了，你二叔乔泽庸就在天辉医院，我马上让他联系你。短短5分钟，陈天的手机响起，是乔泽庸打来的。众人屏息凝神地看着陈天。小天，我是二叔，你在哪个病房？我马上过来。二叔，我在3号楼536病房，麻烦你了。小天，这就是你朋友，片子给我看看。乔院长，您快看看。这么严重，是谁下的狠手？我的专业是心脏内科，骨科略通1、2，
我去找院长杨玉斌，他是东海最好的骨科专家。谢谢乔院长，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刘建林被护士推到手术室门口，周晴和刘小雨紧紧跟着。院长，求求你救救我爸爸！杨玉斌拿起片子装模作样查看，嘴上却义正辞严：放心，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责任。不过这腿伤太重，最好的结果也是保不住功能。你们同意手术，我就安排。我同意，谢谢院长。院长，手术要花多少钱？我们……陈天上前走了一步，语气坚定：嫂子钱的事不用操心，我来解决。行了，我去准备准备，10分钟之后准备手术。就在这时，杨玉斌的女秘书摇曳着身子走了过来，走到杨玉斌身边，说了句什么。杨玉斌脸色一变，立刻转身。高医生，这台手术你主刀，务必尽力保住患者的腿，我有急事要处理。杨玉斌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出尔反尔？院长，你不能走啊！求你救救我爸爸！院长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请动你，你走了，我老公怎么办啊？别胡闹，我还有更重要的病人要救。高医生是骨干，你们要相信他。你想走就走，不用勉强，我会找更好的医生，让刘哥的腿恢复的跟以前一模一样。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杨院长是东海最好的骨科医生，你能找什么人？这手术我们不做了，要转院赶紧转。年轻人说话不知分寸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床位紧张，不想治就尽快安排转院。说完，杨玉斌跟着女秘书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乔泽庸气得浑身发抖。小天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用。杨玉斌这个色令智昏的东西，他那女秘书说2句，枕边风就唯命是从。乔泽庸陷入自责，陈天低着头，心中盘算着别的法。二叔没事，你去忙吧，刘哥的事我来解决。乔泽庸叹了口气，自责的退出了病房。陈天哥哥，你真的能找到更好的医生吗？放心，我现在就联系。陈天走到一旁，拨通了一个特殊号码，电话接通后，语气带着几分恭敬。诡异前辈，我有个朋友在东海被人打伤，腿快保不住了，想请你帮忙。臭小子，早干嘛去了？我正在西伯利亚晒太阳呢，赶过去东海黄花菜都凉了。前辈，我知道上回拒绝你收徒的事让你生气，但这次真的没办法了，劳烦您出手吧。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，我帮你看看有没有相熟的人在东海。不过我可没说一定能成。对了，你自己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别瞎折腾。陈天刚要道谢，鬼医就挂了电话。陈天放下手机，眼神坚定。刘哥的腿就有救了。蔡松涛躺在 VIP 病床上，疼得哼哼唧唧。蔡志达和王慧守在床边，看到杨玉斌赶来，立刻围了上去。玉斌，快救救我儿子，他要是废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嫂子别急，我一定尽力。刚才我推掉了一台手术，专门过来给小涛看伤。他拿起蔡松涛的片子看了一眼，就脸色大变。蔡哥，小涛的4肢骨头全碎了，就算不截肢也彻底废了。玉斌，我们关系这么好，你再想想办法，钱不是问题，多少都愿意花。我认识华夏医药协会的副会长，我给他打电话，看看能不能请他派全国顶尖的专家过来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，钱不是问题，倾家荡产我也得把小涛治好。杨玉斌走到一旁拨打了个电话，很快就喜笑颜开的走了回来。蔡哥，嫂子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华夏骨科第一人吴云桥教授马上到东海，蒋会长说他会抽空过来看看小涛。太好了，真是老天保佑，玉斌，太谢谢你了。我这就叫人备一张100万的卡给院长当做见面礼，只要能请动大驾，多少钱都值。蔡哥放心，我这就安排全院迎接。赵秘书在呢，院长。让所有手头没紧急工作的主任医师以上人员全部到1楼集合，迎接吴教授，再安排最好的医护车在1楼等候，节约吴教授时间。赵秘书娇俏一笑，点了点头，扭着腰离开了病房。随之杨玉斌的电话响起，是高医生打来的。杨院长，刘建林那批人还没办转院，占着病房。赶出去，他们不是能请更厉害的医生吗？让他们滚去请。乔副院长那边不用管，我才是院长。好的，杨院长，我这就让人把他们赶出去。滚，给我滚出去！你们凭什么赶人？太过分了！这是杨院长的命令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床位紧张，要么转院，要么立刻走。是杨玉斌让你赶人的，是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能请什么？话未说完，邢虎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像拎小鸡一样扔出门外，砰的一声撞在墙上。邢虎哥哥居然这么厉害！放心，你爸爸的腿会恢复如初。胡子跟我去3楼超市买些营养品。小雨，陈天可能就是安慰我们，杨院长都没办法，他能请谁呀？实在不行，我们回老家吧。我不要爸爸截肢，陈天哥哥不会骗我们的。小雨，别难过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只是没来得及跟陈天、邢虎道别，有点遗憾。忽然，几名保安冲进病房，为首的正是被扔出去的高医生。他捂着肚子，脸色铁青。就是他们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。走，快点走！你们别碰我老公，我们自己会走。不准动我爸爸，陈天哥哥马上就回来。保安根本不理会，粗暴地将刘建林按在担架床上，推着就往外。刘小雨被强行拉开，周晴抓起包，哭着跟上去。还想等那个小子，等他回来，你们早就被扔出医院了。吴教授马上到，可不能让你们在这添乱。医院大门口挤满了医护人员，保安们睁大眼睛盯着每一辆驶来的车。杨玉斌不停整理衣领，
蔡志达手里攥着一张100万银行卡，神情急切。快把他的手掰开，吴教授马上到了，出了事你担得起吗？一阵嘈杂的声音响起，是高医生还在与他们几人拉扯。一旁的杨玉斌脸色瞬间黑了下来。你们别碰小雨，我们自己走还不行吗？妈，不能走，他是被蔡家的人打伤的，凭什么蔡家打的人要我爸爸截肢？少废话，保安动手。2名保安伸手就要去拽刘小雨，突然一道黑影闪过，高医生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。我看谁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。你们这群垃圾，趁人之危玩得挺溜啊！刘建林看到陈天，激动的眼眶发红，就连周晴和刘小雨也瞬间有了主心骨。陈天，就在这时，人群突然沸腾起来。吴教授来了，吴云桥教授到了。是吴教授，是吴教授。只见一辆奥迪车缓缓驶来，下来一个高大青年，一个干瘦的50多岁老者背着手走下来，正是吴云桥。吴教授，我是天辉医院院长杨玉斌，专程在此等候你。杨玉斌犹如打了鸡血一般，却不想吴云桥只是瞥了他一眼，根本没伸手，径直往前走。杨玉斌的手僵在半空，尴尬的满脸通红。吴教授，我是蔡志达，犬子重伤，恳请您出手相救。这是100万定金，后续费用您随便开。吴云桥依旧没理他，目光扫过人群，落在乔泽庸身上。乔泽庸，你是心脏内科的那个乔泽庸？乔泽庸喜出望外，显然没想到对方能记得自己。是我，吴教授，求您帮忙，我有个朋友被人打伤，腿快保不住了。就是他。乔泽庸指向一旁的刘建林，见状，王慧突然尖叫了起来。乔泽庸，你疯了！吴教授是来给我儿子治病的，一个穷光蛋也配劳烦吴教授？吴教授，您救救我爸爸，是蔡家的儿子派人打伤我爸爸的。吴教授，您别听这孩子胡说，是医患沟通出了问题。高医生可以作证，是杨院长让他赶我们走的。高医生，你出来说句话。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高医生早就缩着脖子躲没影了，心虚躲闪的模样更坐实了刘小雨的话。杨玉斌，你竟然把他们赶出来了，你还有医德吗？杨玉斌早已经被吓得魂不守舍，冷汗直流。保安，把这个大放厥词闹事的丫头带走，别耽误吴教授治病。几名保安硬着头皮冲过来，刚要靠近刘小雨，就被陈天拦住。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？吴云桥的目光终于落在陈天身上，眼神微微一凝。杨玉斌和蔡志达脸色骤变，陈天的气场让他们莫名心悸。你们在这儿杵着干嘛？还不快把这些找事的人丢出去！保安闻言立马动了起来，却不想陈天只2秒就解决了他们。自不量力，也不看看跟谁作对。剩下的保安吓得2腿发软，僵在原地不敢上前。陈天一步步走向杨玉斌，杨玉斌如临大敌，色厉内敛的向后退着。陈天不给他面子，伸手一巴掌抽在了杨玉斌脸上。你敢动手？这里是医院，我是院长。院长滥用职权赶病人，为恶少徇私枉法，你也配升院长？刘小雨捂着小嘴，眼中满是崇拜。刘建林夫妇热泪盈眶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小子，你太放肆了！吴教授在此，你还敢行凶？今天绝不能让你离开了。你儿子为虎作伥，断了我朋友的腿，绑了我的妹妹，现在你说我行凶？怎么？龙江花园的监控要不要我帮你交给警方啊？在一旁吃瓜听戏的群众们闻言，瞬间炸开了锅，议论声四起。原来蔡家少爷这么歹毒，绑架杀人都敢干。杨院长居然帮这种人渣，真是医院的耻辱，这家人活该遭报应。闻言，王慧张牙舞爪地扑向陈天，脸上挂满了愤怒之意。你血口喷人，我要撕烂你的嘴！见着扑来的王慧，陈天侧身躲开，反手一巴掌将他扇飞出去。我从不打女人，但你这种别人都算不上的东西例外。王慧摔在地上，发髻散乱，脸颊红肿，狼狈不堪。蔡志达又气又急，转头走向吴云桥，掏出银行卡。吴教授，我给你1个亿，你救救我儿子。这小子满嘴胡诌，你莫要信了他的话。1个亿！蔡志达的话音落下，众人屏气凝神地看着蔡志达。陈先生，原来您就是陈先生，我专程从江宁赶过来，就是为了找您。您说的受伤病人就是这位先生吧？话音落下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瞠目结舌。杨玉斌如遭雷击，浑身发抖。蔡志达手里的银行卡掉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不可能，他从江宁研讨会中途离场，竟然是为了这个小子，为了那个穷光蛋。蔡志达夫妻还想上前说什么，转头瞪向蔡志达夫妇，声音犹如加了冰一般。我治病有个原则，不仁不义，十恶不赦之人，给再多钱也不治。你们儿子罪有应得，赶紧带他走，别脏了我的眼。吴云桥转过头去，脸上换上了温和的笑。陈先生，这位患者的治疗我包了，分文不取。我的随从已经带了医疗设备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治疗。刘建林夫妇激动得泣不成声。谢谢陈天哥哥，谢谢陈天哥哥。不用谢我，是吴教授仁心仁术。快把医疗设备推过来，先给患者做检查。随从立刻推着专业设备上前。围观者纷纷让开道路，看向陈天的眼神充满敬畏，能让华夏骨科第一人专程赶来免费治病，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给我拨通严会长的电话。严会长，东海天辉医院院长杨玉斌滥用职权，贪赃枉法，毫无医德，这样的人必须清除出医疗队伍。另外，乔泽庸副院长
为底层患者奔走，医德高尚，这样的人才该委以重任。竟然有这样的事儿，吴教授放心，我这就办。吴云桥挂了电话，没一会，杨玉斌的手机便响了起来，是华夏医药协会蒋副会长打来的。他颤抖着按下接听键，脸色瞬间惨白。杨玉斌，现宣布撤销你天辉医院院长职务，吊销你的医师资格证，后续调查会尽快开展，你好自为之。杨玉斌闻言，瞬间呆愣在原地，他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，眼神空洞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他的那女秘书吓得浑身发抖，转身就想跑，却被乔泽庸叫住。赵秘书，你和杨玉斌的所作所为也需要配合调查。陈天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！你儿子打到我朋友的腿，绑架我战友的妹妹，一家人就靠着刘建林过活，你说我过分？我告诉你，医疗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1分都不能少。陈天的眼神看着王慧手中的银行卡，你给吴教授准备的100万定金正好用不上，拿来赔偿，不过分吧？赔偿100万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蔡志达看着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，又瞥了眼不远处虎视眈眈的邢虎，知道今天不赔钱走不了，他阴沉着脸对王慧吩咐：“把钱给他。”陈天接过，转手交给身后的周晴：“嫂子，这是蔡家的赔偿，拿着给刘哥养伤。”谢谢陈天，谢谢大家。与此同时，乔泽庸的手机响起，他看到来电显示后神色一凛，快步走到一旁接听：“严会长您好，什么让我出任天辉医院院长？这我……”一旁的陈天朝乔泽庸使了个眼色，乔泽庸心领神会，深吸一口气：“好，感谢组织信任，我一定不辜负重托。恭喜乔院长，以后有您带领，医院肯定越来越好。”早该这样了，杨玉斌那家伙早就该滚蛋了。杨玉斌听到乔院长3个字，眼前一黑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昏死过去。他的女秘书见状，头也不回的溜走，生怕被牵连。我们走。蔡家众人狼狈的逃上了车，仓皇离去。陈天冷笑一声：“乔院长，接下来就麻烦你安排刘哥的手术了。”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手术室，吴教授随时可以开始。刘建林被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推往手术室。吴教授，我想全程录制手术视频，让医院医生观摩学习，您看可以吗？没问题，不过别叫我教授，直呼其名即可。看在陈先生的面子上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。乔泽庸大喜，立刻安排人在手术室内架设多台摄像机。陈先生放心，我有80%把握让他完全康复，不留后遗症。辛苦吴先生了。刘小雨靠在妈妈怀里，眼睛却一直盯着不远处的陈天，小声嘀咕：“妈，陈天哥哥太厉害了，连吴教授都对他这么客气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”你爸早就说过，陈天不是普通人，咱们能遇上他是天大的福气。妈，我以后嫁人就要找陈天哥哥这样的，又帅又厉害，还特别有正义感。老大，你这波操作太牛了！杨玉斌倒台，乔泽庸上位，蔡家赔钱又丢人，简直大快人心。陈天了然一笑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手术室。虽然吴云桥说了有80%的把握，但还是有些让人忧心。5个小时后，手术室的灯灭了，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，众人屏息凝神地看着吴云桥。吴云桥脸色疲惫：“吴教授，我爸爸怎么样了？”手术很成功，再过几个月，他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。谢谢吴教授，谢谢吴教授。吴教授辛苦您了，晚上到我家吃顿便饭，您可千万别推辞。不了，我要请陈先生吃饭，还有要事相求。陈先生，不知你有空吗？好，那就麻烦吴教授了。陈先生，我订了青山1号的包厢，那里的菜品很有特色，咱们去尝尝。不用那么破费，门口这家饺子馆就不错，一碗刀削面下肚，比什么山珍海味都舒坦。陈先生，接到我师傅的电话，我就立刻从江宁赶过来了。我师傅他老人家很想你啊。你师傅鬼医前辈？正是，当年我有幸结识师傅，他只教了我21天骨科医术，就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靠师傅指点。鬼医前辈的确医术高超，你可以让他多教你一些。我没那个福气。陈先生，你知道我师傅为什么一心想收你为徒吗？陈天不解地看着吴云桥，示意他继续说。师傅说你体内藏着一股神秘真力，这是驾驭太乙18针的关键，多少人求而不得的绝世医术，师傅主动要传你，你可千万别错过。我体内的力量竟和行医有关，可这太乙18针真有那么神奇？比你想象中更神奇。要是你会这门医术，刘建林的伤分分钟能好，就连蔡松涛那样碎成渣的四肢，小半天也能让他行走自如。学医，我那帮兄弟经常受伤不假，关键时候兴许真有些用处。只是蔡家那边的事还没了解，此事还得从长计议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过段时间再说吧。吴云桥显然有些焦急，猛地站了起来。陈先生，你可不能推迟啊，这可是太乙18针，要是失传了就太可惜了。你要是答应，就是师傅的关门弟子，我们就是同门师兄弟了。陈天又纠结了一瞬，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我答应学，但得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。太好了，我这就给师傅报喜，太乙18针终于后继有人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唐思琪脸上挂着温怒，
撅着嘴有些不忿地走向陈天。陈天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还是小静告诉我了？这不是解决了吗？走吧，我们去医院看看刘哥吧。唐思琪见状也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跟着陈天三人一起去了医院。三人径直来了医院，罗晋与唐思琪在身后有说有笑。突然，一个身影急匆匆地冲过来，撞在陈天身上，正是抱着东西已经被医院开除的高医生。谁？高医生不耐地想骂人，本想发火，抬头看到陈天，瞬间脸色惨白，腿都软了。陈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没看住。高医生看到陈天身边的唐思琪和罗晋，以为是陈天的女朋友，连忙鞠躬道歉。对不起，陈先生，对不起两位嫂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就原谅我吧。嫂子两个字一出，几人愣住，罗晋瞪大了双眼，唐思琪的脸颊微微发红，却没有否认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陈天。瞎说什么？快滚！高医生吓得浑身冒汗，站在原地发抖，直到陈天走远才敢挪动脚步，灰溜溜地逃离医院。你等会可不能偷偷走掉了，等下必须跟我们一起回去。怎么了？你把蔡家得罪惨了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是唐家千金，有我在身边，他们不敢对你轻举妄动。蔡家在陈天眼里还不够格，但出于唐思琪的好意，陈天还是点了点头。好，看完刘哥，我跟你们一同回去。爸，你一定不要放过那杂碎啊！我现在都没有康复的可能了。蔡志达面色扭曲，悬赏500万，我要陈天的命，200万做掉胡奎和黄立威。蔡先生，陈天和唐家千金唐思琪走得极近，甚至有同居传闻，动他恐遭唐家报复。唐世豪唐女儿是出了名的，难道真要忍下这口气？蔡先生，唐家二少爷唐波前来探望蔡少，让他进来。蔡叔，听说小涛受了重伤，我特地来看看。多谢唐少爷惦记，小涛在这呢。蔡志达顺着目光看过去，只见蔡松涛受伤，眼看着这辈子没有再下地的可能。波哥，我被陈天的杂碎害惨了，我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竟伤得如此严重，蔡叔，听说这是您的保镖反水所致，胡奎不是一向对您忠心耿耿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都是陈天那小子搞的鬼。胡奎和他师兄黄立威见了他就吓破了胆，才对小涛下得狠手。唐少爷，不知陈天与唐家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毕竟唐小姐与他往来密切。不过是思琪在火车站被他救过一次，逢场作戏罢了。唐家的门岂是他一个小保安能进的？他的死活与唐家无关。蔡志达眼中凶光一闪，悬着的心彻底放下。唐波这一番话无疑是给了他动手的底气。好了，蔡叔，小涛我也看过了，家中还有些事，就先告辞了，我之后再来看他。好，也亏得你还想着来看小涛。立刻联系杀手，按我刚才说的价码，务必让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是，蔡先生。是方笑草，他在等谁啊？太帅了，太帅了！除了刚拿钢琴比赛冠军归来的乔洛西女神，还有谁能让方笑草如此大阵仗？人群躁动中，只见一道纤纤丽影从车上缓步走下，方子明立马抱着花束上前。洛西，恭喜夺冠，欢迎回来。却不想那女孩眼睛都没抬，径直走到一旁的陈天身边。陈天刚打完电话，看见女孩，瞬间惊喜起来。好久不见，洛西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原本还维持高冷的乔洛西瞬间漾开笑容，周围的同学们瞬间呆愣在原地。这人是谁？你也长大了呢，爸爸说你要在东海待一阵子，还住学校外面。这段时间我要看着你，不准你打架。此话落下，周围的人更是不可思议，他们何曾见过乔女神冰山融化的模样？方子明更是错愕。行。话音落下，乔洛西便拉着陈天往外走。我饿了，陈天哥哥，你要请我吃饭，不过吃饭前我要去你住的地方看看。好，请你吃。两人并肩离去，乔洛西全程挽着陈天的手臂，亲密无间。全场死寂，学生们张大嘴巴。我没看错吧？江南第一女神竟然主动挽着一个穷小子，还撒娇，这比中彩票还离谱。这男生到底是谁啊？穿的比我还普通。方子明再也绷不住，猛地将手中的鲜花狠狠砸在地上，面容因嫉妒扭曲在了一起。赵磊，去查他们去哪了。方子明的跟班立马跑了出去，不到10分钟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。方少，那男的居然带着乔洛西去梦想酒店开房了，我的女神了。方子明浑身一软，差点栽倒。方少，您挺住，给学校保卫科打电话，就说有人诱骗乔洛西开房，让他们立刻带人去抓人，快！好。电话接通后，赵磊添油加醋地与校方说完情况，便匆匆挂了电话。方少，保卫科科长带着保安马上就过来了。走，我们也去，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。乔洛西挽着陈天走进套房，二人有说有笑，刚进门就愣住了。唐思琪和罗晋在客厅笑靥如花，犹如姐妹，看到乔洛西瞬间也僵住了。乔洛西，你怎么跟陈天一起来了？乔女神。乔若曦看到两个美女，瞬间凌乱，下意识松开了陈天的手臂，脸色瞬间黑了下来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你们和陈天哥哥是什么关系？陈天见三女就要打起来，赶紧拦在了几女中间。洛西，罗静是我战友的妹妹，在这酒店勤工俭学，这是套房，4个房间，他们也住在这里，1人1间。乔洛西松了口气，心里莫名轻松了不少，原来不是自己想的那样。那陈天哥哥，你住哪啊？
陈天指了其中一间，乔洛西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。若曦，原来你跟陈天这么熟啊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爸妈和他妈妈是同学，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。三人很快熟络起来，围坐在沙发上分享零食，叽叽喳喳聊个不停。唐思琪越聊越开心，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。若曦，你也搬过来住吧，还有一个空房间，我们3个可以一起学习聊天，比宿舍舒服多了。是啊，洛曦，离学校也近，我们一起作伴。乔洛西犹豫了，陈天看着3个聊得火热的女孩，无奈笑着，却又觉得岁月静好。突然，楼下突然传来密集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喊叫。保安同志，你们不能硬闯啊，要出示证件。少废话，我们是东海大学保卫科的，有人诱骗我校学生开房，快开门！王姐拼命拦住涌入的人群，挂满了焦急之色。这么多学生，哪怕是整个酒店的保安来了，也都拦不住。哪有诱拐学生开房的？就陈先生刚带了一位小姐上楼。少狡辩，查监控。方子明盯着前台，额角青筋暴起。赵磊凑到他耳边低声催促：“方少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乔洛西要是被他……”赵磊欲言又止，言语中的暧昧暗示不言而喻。王姐被水泄不通的人挤到角落，赶忙拿起手机拨打起了电话。110嘛，梦想酒店被人硬闯，快来！王姐刚打完电话，就见陈天走了出来，他脸上挂着不耐烦，鄙夷地看着眼前杂乱的人。你们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，带着这么多人硬闯梦想酒店，想干什么？陈天，你诱拐我校友乔洛西，今天我们就是来替天行道的。陈天就欲开口，乔洛西缓缓走了出来，看到乔洛西，方子明眼睛瞬间亮了。洛西，你没事吧？我们来救你了。乔洛西显然有些温怒，说话也不再客气，语气中充满厌恶。我没事，但谁给你们的胆子闯陈天的地方？洛西，你是不是被他下药了？你怎么能跟他来这种地方？方子明，我的名字不是你能叫的，我是主动跟陈天过来的，全校同学都看到了，用得着你多管闲事？方子明脸色瞬间惨白，浑身颤抖，他颤颤巍巍掏出手机，气急败坏之意尽显。你敢主动跟他来，我现在就把这事发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乔洛西的真面目。听到声音的唐思琪与罗静走了出来，学生们张大嘴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陈天。我的天，是唐思琪和罗静3个校花竟然都在这里，一男3女，这是什么神仙剧情？我暗恋的2个女神都在这儿。方子明僵在原地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足足愣了2分钟，身体剧烈哆嗦起来。赵磊嘴巴张得能塞进鹅蛋，完全傻了。耻辱！东海大学的耻辱！乔洛西、唐思琪、罗静竟同时跟一个男人开房。就在这时，楼道里传来整齐的脚步声。周新军带着系主任快步走来，东海大学的副校长亲自来了。都给我住手！谁让你们在这里闹事的？所有人瞬间安静下来，齐刷刷看向门口。陈天抬眸看向周新军，眼神平静无波。方子明犹如看见救兵，快步冲到周新军身边，指着陈天：“周副校长，就是他。”用卑劣手段诓骗我们学校3个女生同居，简直是东海大学的耻辱。哪3位女生？就是她们，罗静、唐思琪还有乔洛西都被这小子诱骗到这同居了。周新军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先是看到罗静，再到唐思琪，最后是乔洛西，瞬间冷汗直流。这优秀唐天生罗静，还有唐家的大小姐，乔家的这尊大佛怎么也在这儿？乔家可是学校最大的股东。周新军稳定了身形，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乔小姐，你是被胁迫的吗？周副校长，你觉得我需要被胁迫？我看是你们被人当枪使了吧？周副校长，别听他被迷惑，这小子根本不是我们学校的人，还敢无视您的存在，必须严肃处理。你是说我吗？就是说你诱骗我校女生。方子明话音未落，众人只闻一记掌掴，再回过神，方子明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出去，重重撞在墙上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你敢打方少？我要报警！又是一记掌掴，赵磊同样被扇飞，和方子明撞在一起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谁也没想到陈天敢在副校长面前动手，还下手这么狠。还有谁敢智慧？一旁的同学保安大气都不敢喘，呆愣地看着陈天，显然他们看出了陈天气度不凡。我的天，3大女神都站他那边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方子明这是踢到铁板了，陈天也太霸气了。方子明挣扎着爬起来，嘴角挂着血，眼神怨毒地看向周新军。周副校长，他当众打人，你快把他抓起来。周新军却没看他，目光死死盯着陈天，快步上前，一把抓住陈天的手。陈先生，原来是您！上次在乔家泽园门口，我见过您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平时这周新军在学校里可是趾高气昂，何曾见过他这般低声下气？周副校长，您认识他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个穷小子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我认识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过问？方子明立马闭声，心虚地躲在一旁。周新军脸色铁青，转头看向系主任，到底是谁无中生有，散播谣言，给学校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？是我们接到赵磊的举报电话，他说是方子明让他打的。一瞬间，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方子明身上，鄙夷、嘲讽的眼神让他无地自容，冷汗瞬间积了起来。
我是担心乔洛西的安全，只是情急之下。情急之下就可以造谣诽谤？方子明话音未落，陈天微眯着眼睛，不耐地打断。见状，周星君立马附和：“陈先生说的对，这事必须严肃处理，造谣者绝不姑息。”不，这不可能！我引以为傲的家世和人脉，在他面前居然犹如蝼蚁。这该死的周星君，没想到也是个见风使舵的怂货。就在这时，又一阵脚步声响起，人群攒动中，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警察来了！”闻言，周星君脸色一变，警察怎么来了？反倒是陈天一副平静之态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正好让警察来评评理，看看是谁在闹事。乔洛西、唐思琪、罗晋三人紧紧站在陈天身边，眼神坚定。方子明和赵磊瘫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警员何飞带着人走了进来。谁报的警？至此无人敢作声，还是周星君上前走了一步。何警官，我们接到赵磊举报，说有人诱骗女生开房，赶来后台发现是误会，没有学生受害。没受害就好。等等，你是？何飞看到陈天，突然反应了过来，这就是对李良娜反复提及的陈天，瞬间收敛神色，语气恭敬。何警官来的正好，这两人在贵校诽谤我和这3位同学，还煽动学生围堵酒店，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名声，还毁了东海大学的声誉，这事得好好查查。没错，何警官必须严惩造谣者，我校声誉不能受此玷污。全场目光聚焦在两人身上，赵磊脸色惨白，率先扛不住了。我承认是方少，都是方少让我这么做的。是我做的，我这不是怕我校女生受到伤害吗？方子明、赵磊立即向陈先生和3位同学当面道歉，还要在全校做深刻检讨。什么？方子明嘴角的伤口还在疼，被打了还要当众道歉。可看着周星君冰冷的眼神和周围学生鄙夷的目光，他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。陈先生，对不起。陈天挥挥手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赵磊如蒙大赦，又转向3大女神，慌忙道歉：“3位同学，对不起。你全程都是受方子明指使，对吗？老实说清楚，这事还能清算。”赵磊抬头迎上方子明怨毒的目光，打了个寒战。知道此事方子明不会放过自己，但眼前的陈天更得罪不起。是，所有事都是方少让我做的，打电话举报，煽动同学情绪，都是他指使的。赵磊，你敢反咬一口？方子明，该你道歉了。方子明攥紧拳头，双腿沉重的像灌了铅，一步步走到陈天面前，眼眶猩红。对不起。没听清，大点声。陈先生，对不起。陈天摆摆手，懒得再理他。方子明屈辱地走到3大女神面前，对不起。乔洛西居高临下的看着方子明，眼神中充斥着厌恶。方子明，你真是让人作呕，以后你可没机会像苍蝇一样跟着我了。今天之后，我就要搬过来跟陈天哥哥他们一起住，你离我远点。江南第一女神要搬来和陈天同住，这种好事怎么没轮到我身上？完了，方子明彻底输了，连女神都主动贴上去了。方子明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乔洛西。这话不仅彻底断了他的念想，还把他定在了恶意骚扰的耻辱柱上。周副校长，学校规定全日制学生不能校外住宿。我在学校频繁遭遇骚扰，不胜其烦，这里离学校近，周副校长应该会批准吧？我和洛西一样，我们还要陪罗晋勤工俭学。当然批准，你们是学校的骄傲，安全最重要。闻言，方子明再也抑制不住，眼前一黑，昏死了过去。显然，陈天并未想放过他们。何警官，这两人公然诽谤，扰乱教学秩序，性质恶劣，不带走调查说不过去吧？没错，这种行为必须调查。众目睽睽下，何飞将赵磊与昏死的方子明带走，人群也随之散去。先生，我先走了，后续有任何需要，随时联系我。陈天点了点头，周星君才离去。这次肯定得罪方家，唯有抱紧陈先生这条线，才能保住我的地位。他身后有乔家、唐家，绝非寻常人物，千万不能得罪。深夜，大雨如注，梦想酒店后方角落，一道身影悄然浮现，杀手老怪。他眼中寒光闪烁。哼，这次东家给的佣金够高，解决了陈天这小厮，他那3个女人早晚都是老子的池中之物。只见老怪手中拿着一管枪支，就在要开枪之际，只见自己的手腕被一只手拦下。还未看清来人，老怪发出一阵强烈的嘶吼，他的手腕竟被生生折断。魔鬼，你是魔鬼！他拼尽全力挥拳砸向陈天，却被陈天轻松抓住拳头，稍一用力，老怪的拳头被生生捏碎。老怪刚要嘶吼，被陈天捂住了嘴巴。别好了，扰民，你谁啊？老怪发出呜呜的惨叫声，陈天将堵塞物抽了出来。老怪喘了粗气。老怪，毒蛙杀手组织的老怪，我听说过，说雇主是谁，佣金多少？他居然知道毒蛙组织。突然，老怪掏出淬毒的幽兰小刀，闪电般刺向陈天。刀上是亚马逊毒蛙毒液，见血封喉，是毒蛙组织的杀手锏。不知死活。他侧身挡开小刀，反手抓住老怪手臂，咔嚓一声，老怪手臂断裂，小刀掉落在地。陈天捡起小刀塞回他口袋。
别让蛙针弄脏我的地方。提醒你，金蜈蚣就是因为不老实，被我把竹筒拍进了喉咙。你想重蹈覆辙？闻言，老怪脸色惨白如纸，浑身多损。是你杀了金蜈蚣，他可是组织第一高手。陈天指尖微微用力，捏得老怪胳膊口咯咯作响，老怪疼得满头大汗，终于崩溃。我说，雇主是雇主是蔡家蔡志达，佣金500万。果然是蔡家，蔡志达倒是小气，雇人动手居然只舍得出这个价。不过现在500万你也用不上了。老怪心领神会，颤抖着掏出一张银行卡拿给陈天。陈天挥挥手，走吧，走吧，这次放你一马。老怪如蒙大赦，一溜烟离开了这处是非之地。次日清晨，东海大学附近河边，那老怪居然已成了一具死尸，还是晨练的老人发现了尸体，报了警。警方已然赶到。梁队，死者是毒蛙组织杀手老怪，双手骨折，死于自身携带的毒药。监控显示，他跌落河前5分钟从梦想酒店附近的巷子走出。梦想酒店，陈天，难道这事儿跟他有关联？梁娜越想越发怀疑此事与陈天有关，她莫名担心起来，掏出手机拨通陈天电话。哟，梁警官，你这大忙人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这是要请我吃饭了？听着陈天插科打诨的声音，梁娜心中松了一口气。吃饭就吃饭吧，看看从他身上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来。是，你定时间。开玩笑的，哪好让女孩子出钱？说完，陈天便挂了电话。梁娜嘴角抽搐着，呆呆地看着手机。距上次已经过去了1周，方子明与赵磊出来了，二人走在回学校的路上。赵磊奉承地讨好方子明。方少，前几天我那样都是因为陈天，我就一个小角色，我哪敢得罪这种人啊？方子明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却还是故作大度。我知道，我不怪你。这陈天得罪了我们方家还好说，没想到还得罪了蔡家，这下蔡家也要对陈天动手了。这次我就不信这小子还能活着。二人大声得意地说着，突然一阵愤怒的女声响起：“你们在密谋对付陈天？”没有，我和方少只是在聊天。现在还在这儿找我的茬呢，还是多担心担心你的相好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相好要死了，是蔡强动手，与我无关。说完，二人扬长而去。杭思琪脸色骤变，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立刻拿出手机向父亲求助。爸，蔡强要对陈天动手了，你快帮帮他吧。电话那边，唐世豪早已知晓消息，他还在与唐波探讨是否要让唐思琪回来，远离陈天。还有唐波说话的声音，我们没必要为陈天跟蔡家开战。唐思琪焦急起来，只听到唐世豪缓缓说了一句：“俊杰，你怎么看？”父亲，陈天实力不凡，我们需要这样的人。他救过思琪，外界已认定他们清净，此时袖手旁观会损您的威名，还会被蔡强轻视。思琪，你让陈天来见我一面。这么着急拉着我来这地方，是想约会？唐思琪脸色一红，刚欲开口解释，包厢门应声而开，唐世豪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几名保安。陈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唐世豪招呼着陈天坐下。我就开门见山了，陈先生，今日叫你来是因为蔡家。蔡家果然按捺不住了。蔡志达请了他大哥蔡强对付你。蔡强在东海北区势力滔天，实力不亚于我。东海势力盘根错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我想带你跟蔡强和谈，化解此事。陈天张了张嘴，还未说出什么，一旁的唐思琪震惊不已。和谈？爸，这不像你风格。思琪，这事儿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也免得牵扯上唐家。我多谢唐先生好意，但我和蔡家的事我自己解决。他先不仁，斗我朋友一腿，把我妹妹，这两桩事过不去。唐世豪努着嘴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事与思琪无关，我不会连累你们唐家。怎么无关？若不是为了我，你会得罪蔡松涛吗？他们会对付你吗？唐世豪不可思议地看着女儿，随即又看向陈天。有多少人都巴不得抱我唐家大腿，这小子却不连累我唐家，这等气度，着实让人佩服。陈先生，你救过我女儿，对唐家有恩，我唐世豪做不到袖手旁观。和谈时，他们要什么赔偿都由唐家出，你不用管。唐思琪生怕陈天再拒绝，还未等陈天开口说话，便拽着他的胳膊。你必须答应，不答应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陈天无奈点头，唐思琪这才松了口气。强哥，蔡志达到了，让他进来。魏炳文走了出去，很快便带着蔡强进来。蔡志达见到蔡强，便老泪纵横。大哥，求你为小涛做主，我怎么就没早点来找你啊？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是小涛如己出，你早该找我。唐世豪给我打电话了，要带陈天来和谈。哼，唐世豪那狐狸老谋深算，恐怕是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。我跟唐世豪约了后天中午在这见面，你带小涛来就行，其他不用管。唐世豪定是怕了你了，没有唐家撑腰，那陈天算得了什么？后天见面，一定不能让他囫囵着出去。蔡强皱眉，只觉得这弟弟自从儿子出事，整个人都陷入疯魔之中。那大哥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看小涛了。先生，这是削弱唐世豪势力的好机会，拿下西区、北区、西区连成一片，你就能掌控东海半壁江山了。唐世豪是聪明人，但他再聪明也护不住陈天。你们做好准备，后天不仅要解决陈天，还要让唐世豪吃个大亏。师兄，你快走，这回是我害了你，我有罪责，我一个人承担。师弟，这事怎么能怪你？如果不是我，你怎么会跟着我反水？又怎么会被蔡家追杀？刀疤不疾不徐地走上前来，玩味地看着二人。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！没想到啊，这蔡家给的200万佣金，最后居然落在我刀疤手里了！给我上，不用留活口，砍死他们！追兵如饿狼般扑上，胡奎、黄立威对视一眼，眼中满是绝望。突然一变陡声，
怎么是你？哼，我们老大早就知道蔡志达定会追杀你们，幸亏来的还是时候。邢虎丢过吃的给眼前二人，二人激动不已。现在蔡志达不仅在追杀你们，还在想办法对付我老大陈天。你们要是想活命，就帮我办点事。虎哥尽管吩咐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们兄弟俩也不含糊。这些时日被各路人马追杀的九死一生，他们兄弟二人早已对蔡家恨之入骨。胡奎与蔡家相识的时间长，他熟悉蔡家。你们去搜集蔡志达父子的犯罪证据，然后找梁大警官，他是警察，能保你们安全，还能治伤。警察，我们进去了，岂不是？看守所总比被蔡家追杀强。黄立威看向胡奎，犹如过街老鼠的生活，他这辈子也不想再体验一回。我们去，虎哥放心，保证把证据搜集齐全。东海翠云山，一名白发老者正在院子中晒着太阳，正是人人都想攀附的五爷。坤少爷站在一旁，脸色阴翳。晚辈蔡强特来拜访。蔡强将礼盒递给坤少爷，坤少爷不为所动。一点野山参，望能补养您的身体。五爷点了点头，坤少爷才接过木盒。找我何事？晚辈侄子蔡松涛被一个叫陈天的年轻人废了，晚辈欲出手讨回公道。唐世豪提议和谈，想请五爷出山做个见证。唐世豪3分钟前刚走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你们的恩怨我不掺和，自己解决吧。看来这老东西不会多管闲事了，那岂不是默认我对唐世豪动手？五爷既然不愿出面，晚辈不敢强求，那晚辈先行告辞。蔡强离开后，一旁矗立的坤少爷才缓缓开口说话：五爷，您这是想让他们两败俱伤？蔡强野心勃勃，唐世豪仗义，却现被动。唐世豪一辈子没求过人，这次居然为了个外人来找我，先看看东海的水该搅一搅了。翌日，北辰会所。讲道理，我的地盘我就是道理。蔡强，你要撕破脸，就不怕坏了东海的规矩？明明是你儿子，咎由自取，少在这耍无赖。一旁的蔡志达按捺不住，就要扑上前撕扯陈天，却被一旁蔡强的手下拦住。放开我！我要杀了这个杂碎，我要他给我儿子陪葬。唐世豪，你护不住他，今天要么留下陈天，要么你们唐家也别想全身而退。孰轻孰重，你应该拎得清吧？蔡强想留我，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哼，跟我玩阴的，下辈子吧。陈天盘算着什么，蔡强与唐世豪争得面红耳赤。要么断陈天2条腿，要么把豪氏酒吧交出来。500万，此事一笔勾销。打发叫花子呢，今天他必须陪葬，给我上！蔡志达一声令下，曹统与郭全对视一眼，他们两人皆是蔡强手下顶尖高手，二人直接冲向陈天。思琪，躲好！说着，陈天与二人打在一起，仅2招，两名高手便倒地不起。蔡强显然早已做好了准备，果然有2下子，倒是我低估你了。彼此彼此。北辰会所是我的地盘，想走得看我答不答应。蔡强，陈天是我唐家恩人，你动便是与我唐家为敌。东海3足鼎立的局面，你想打破，尽管试试。你想留我，得凭真本事，别拿地盘当借口。说到底，你不过是想借蔡松涛的事削弱唐家，取而代之罢了。一句话精准戳穿蔡强的野心，蔡强脸色愈发阴沉。我杀了你！我要你给我儿子偿命！站在一旁的蔡志达疯魔一般掏出了手枪，枪口死死对准陈天。瞬间，埋伏在周围的黑衣人掏出手枪上前，将陈天围在中间。唐思琪不顾唐世豪阻拦，死死将陈天护在身后，丝毫没有任何对死亡的恐惧，怒视蔡志达：谁敢动我男人，我就化了谁！唐思琪完全被眼前场景气上了头，小脸紧绷。陈天似是被唐思琪这副样子震惊住，唐思琪这副将门虎女之面与平时大家闺秀之姿大相径庭。陈天震惊过后，将唐思琪紧紧护在怀中，眼神冷冽如刀地看着那几管黑压压的枪支。你们今天所有人全都活不了。志达把枪放下，这才志达真是疯了，连唐家大小姐也敢动。唐思琪出事，唐家定会竭尽全力来对付我们蔡家。蔡志达显然已经疯魔，眼眶猩红，举着枪械的手没有丝毫撼动。大哥，不能放，他废了小涛，我要他偿命。今天要么他死，要么我死。姓陈的，给我儿子陪葬！陈天丝毫不惧怕蔡志达的枪械，只要蔡志达敢动手，他有100%的把握能在他开枪的一瞬间拧断他的脖子。突然，一声暴喝响起，打破了死寂。住手！举起手来！你们怎么会来？蔡志达，放下枪！我们已收到10名举报，掌握了你偷税漏税、行贿、雇凶杀人的全部证据。蔡强脸色骤变，他死活没想到会惹上条子。如若蔡强这时动手，自己也难逃其咎。况且对抗警方只会罪加一等。志达把枪扔了。蔡志达已然失神，直到警察上前将其按倒在地，冰凉的手铐锁住手腕，才猛然回神。大哥，救我！我不能坐牢，我坐牢了，小涛怎么办？蔡松涛涉嫌绑架、故意伤害，证据确凿，已经在警局等着你了。梁警官，10名举报者是谁？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动我蔡家的人。举报者是胡奎和黄立威，二人已主动投案自首，坦白了所有罪行。蔡志达如遭雷击，蔡强瞳孔骤缩，猛地转头看向陈天，眼神中满是震惊与怀疑。原来是我小看这个陈天了，一切都在他的棋局之中。恶人自有恶报，好好忏悔吧。一旁的蔡强浑身颤抖起来。
胡奎手握蔡志达的核心罪证，蔡家父子已是插翅难飞，只希望这件事别牵扯到我身上。梁警官，刚才蔡志达欲行凶杀人，我们人身安全受威胁，能否跟你们一同离开？毕竟这里是蔡先生的地盘。梁警官都是误会，既然陈先生不放心，便随警官们离开便是。陈天、唐家还有那2个叛徒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我们日后慢慢盘算。梁姐姐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不然陈天就危险了。能抓到蔡家父子的把柄，也算是大功一件了。不过，陈先生，关于此事，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借一步说话吧。陈天苦笑了一声，对唐思琪点了点头，唐思琪才停止了上前的脚步。思琪，先跟你爸爸回去，我很快就好。陈先生，万事小心。唐世豪便带着唐思琪走了。唐思琪不舍得看着陈天，最终还是扬长而去。我说梁警官，可以制造跟我独处的机会，是想请我吃饭？请吃饭？你不是不去吗？告诉我，是不是你让胡奎和黄立威找我的？警官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只是个小保安。哼，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，蔡强势力很大，牵涉面很广。虽然你身手好，还有唐家支持，你最好还是小心点。我可以理解为你在关心我吗，梁警官？梁娜看着陈天这副混不吝的模样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只是希望你活得长点，也可以帮我多抓几个人。那尽管放心了，梁警官，协助警察也是每个公民该尽的义务，以后我保证随叫随到。说完，陈天便朝着街道另一头离去。梁娜复杂的看着陈天离去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胡奎师兄弟那么怕他，还有那最低500万才会出手的老怪，他的死到底跟陈天有没有关系？唐思琪焦急的在客厅来回踱步，到现在陈天都未能给他消息。爸，梁警官找陈天到底要干嘛？会不会有麻烦？放心，是好事。蔡志达父子被抓，陈天功不可没。梁大不过是找他核实情况。唐世豪的安慰让唐思琪冷静了下来。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，是唐世豪的心腹司徒战。司徒战脸上难掩喜色。豪哥，蔡家股价暴跌3成，北区势力人心浮动，这波我们赚大了。这都是陈天的手笔。北城会所一战，他凭一己之力压垮蔡强底气，还借胡奎之手送蔡家父子入狱，手段惊人。但蔡强必恨之入骨，定会下死手。那我们安排2队精锐暗中保护，告诉兄弟们，蔡强动陈天就是动唐家，这个险值得一冒。唐思琪听到2人对话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，嘴角悄然上扬。解决了蔡家的事儿，再回梦想酒店已经是晚上了。3女准备了一桌菜，8点多钟，陈天才打着哈欠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见陈天缓缓走出，唐思琪撅着嘴，有些嗔怒：饭菜都凉了，喊你也不应，倒像头贪睡的猪。我这不是太累了吗？对了，小静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怎么了，陈天哥哥？小静，这酒店多亏了你打理，我和邢虎商量过了，把梦想酒店大头的股份给你。啊？你别着急拒绝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只是打工的，不用这样。唐思琪与乔洛西对视了一眼，笑意温和的过来拉着罗晋。小静，就听陈天的，你配得上。我们3个一起把酒店正规化，也是个历练的机会。是啊是啊，陈天给你的你就拿着吗？到时候我们一起帮你。不要谦虚了，小静，到时候该给你们的绝对不会少了的。见大家都这么说，罗晋才害羞的点了点头，算是同意了这桩事。见罗晋同意，陈天也放心了下来。罗岩的仇还未能报，但我陈天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会护住罗晋一世周全。陈天暗自发誓，看着罗晋的笑颜比什么都重要。唐思琪，我该提醒你一下，你该回自己屋睡觉了。唐思琪玩味的看着陈天，嘴角勾起一抹笑。怎么？话音未落，陈天突然扣住唐思琪号腕。你干嘛？别说话，在这坐着别动。唐思琪心头狂跳，以为陈天别有心思，却见陈天周身紧绷，才隐约察觉不对，才安静了下来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出去一下。陈天推门而出，见邢虎站在楼道，脚下躺着3具尸体，微微点头。老大，搞定了，都是蔡强派来的杂碎，处理干净，别留痕迹。好嘞，老大。危机解除，陈天打着哈欠回了屋里。陈天眼神瞬间阴翳了下来。蔡强啊，果然按捺不住了。深夜的北城会所，蔡强靠在椅子上，在等着什么消息。突然，果权神色慌张的跑了进来，他手中还拎着3个麻袋。蔡先生，不好了，3个杀手全被解决了，都在这里了。什么？这3个可是我花了重金请来的顶级高手。蔡先生，我们已经检查过了，他们都是被近距离一击致命，出手极快。废物，3个顶尖杀手都搞不定一个陈天，召集所有人全都过来，我要倾巢而出，除掉他。很快，包厢内鱼贯而入，来了不少人。蔡强脸上挂满了愤怒。我经营北区几10年，还从没受过这种辱。陈天不死，我是不为人。蔡先生，对方实力不明，不如暂时避其锋芒。避？我蔡强的地盘，凭什么避一个毛头小子？蔡强还在义愤填膺的怒骂着，全然没发现一个身影缓缓接近，一个声音悠悠传来，打破了暴怒的氛围。说得好，那看来这地盘得重新易主，才能抚平蔡老大的愤怒啊！众人转头，一名健硕男子从阴影中走出，正是邢虎。魏文脸色大变，伸手就要按紧暴气，邢虎立马捕捉到了这细微的动作。别动，不然你们就是下一批尸体。邢虎缓步坐下，目光扫过蔡强，语气嚣张。我对你的场子很感兴趣，你的会议我陪你一起开，你还不赶紧给你的手下们介绍介绍我？以后不仅你是我的小弟，还有你，见了都得叫我一声虎哥。蔡强愤怒直涌，双目猩红的扑向邢虎。痴心妄想，我要杀了你！
邢虎身形一闪，瞬间掐住蔡强脖颈，将他整个人踢离地面。蔡强双脚乱蹬，一旁的喽啰们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。答应，我们答应，快放了蔡先生。邢虎冷笑一声，缓缓松开手，蔡强摔在地上，剧烈咳嗽，看向邢虎的眼神满是忌惮。通知你的手下，从今天起北区归我管，敢有异议者死。你敢让蔡先生受如此大辱？郭全大喝着，举起拳头对着邢虎打去。邢虎冷笑了一声，一记重拳迎了上去，两人轰然相撞，气浪席卷四周。郭全踉跄后退数步，捂着腹部干呕。就这点本事？郭全大为震惊，自己顶力一击，甚至没撼动坐在沙发上的邢虎分毫。现在服了，服了，虎哥，我全听您的。很快，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，邢虎竖耳倾听，大概有200人左右，但推门进来的只有一人，是这家会所的老板王怀。哦，你就是这家会所老板，以后你得听我的了。我们只听蔡先生的，凭什么听你一个陌生人的？说罢，王怀冲向邢虎来手一巴掌扇出，王怀瞬间倒飞了出去，昏死在了原地。还有谁不服？全场死寂，无人敢作声。蔡强强压屈辱，厉声呵斥：以后都听虎哥的，谁再敢违逆，下场比王怀还惨。邢虎满意点头，下令清点各场子资金与盈利，彻底掌控北区局势。折腾了一晚，天已然大亮。蔡强与魏文满身狼狈的来了府邸。五爷，求您帮我，场子被一个虎哥夺走了，那人是陈天的人。你说场子被夺走了，我以后还怎么孝敬您？是啊，五爷、坤少爷，这次你们可一定得帮帮我们。魏文从3名杀手被杀到后来邢虎单挑了众人，全都诉说了清楚。前些日子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这陈天手下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。蔡强，你去找白牡丹吧，或许他可以帮你。现在还不到我出手的时候。蔡强虽不解，却不敢多问，连忙道谢离去。坤少爷看着两人背影，面露疑惑：五爷为何不帮他？好戏才刚开始，何必急于收场？几经转折，蔡强好不容易找到了牡丹山庄。蔡强，你这北区大佬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牡丹小姐说笑了，这突然出来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厮，给我喝了一壶。牡丹小姐这次前来就是拜托您帮我夺回场子。哦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只要您能帮我夺回场子，我愿把开发区地块给您，价值1个亿。还算不错，开发区那块地至少也能值1个亿。既然你说了，这个忙我就帮了。谢谢牡丹小姐，既然牡丹小姐已经答应此事，我便先行告辞了。白牡丹点了点头，蔡强如蒙大喝的退了出去。作为一方大佬，居然被白牡丹身后那小子看得冷汗直流。听说那个陈天很强，到底安排谁去好呢？我看就让秦青去吧。洛，你说呢？洛只是轻微的点了点头。白牡丹心中盘算着什么。陈天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。小天，我可算把你盼来了。陈天与乔洛西一起回了乔家，上回未能见到的乔母见到陈天立马迎了上来，拉着陈天上下打量，眼眶微红。快让小姨看看，都长这么挺拔了，跟你妈妈一模一样。小姨、乔叔、乔院长也在。在这别叫院长，就叫二叔。我这院长之位还不是靠你才到手的。二叔能坐上院长之位，全靠院长医治人心，我并没有起到多少用处。陈天的谦虚让乔泽庸对他好感倍增，一旁的乔泽汉神色凝重起来。小天，蔡家的事我们知道了。乔家虽不涉江湖，但你若有难，我必倾全族之力相助。江南地界，没人能伤你。闻言，陈天心中不由得一暖，乔家世代清白，居然愿意为了他去涉猎这种琐事。多谢乔叔，我只求护好身边人，不会主动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天辉医院是我的地盘，刘建林那边我会亲自照看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后方有我们。乔叔、二叔，你们放心好了，不仅是我，洛西我也会护好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他绝对不会受半点伤害。乔家兄弟相视一笑，全然放心。从乔家出来之后，二人坐在车内准备回梦想酒店。陈天脸色铁青，怎么从家里出来之后，你一直一言不发呀？后边一直有人跟着我们。闻言，乔洛西脸色一变。陈天说完，后边的车冲了上来，与陈天的车并齐。比一下怎么样？这人不简单，看来不只是想跟我比车，怎么个比法？市区没法比，先到青芒山，那里有专门的赛车场地。不谈好输赢，我怎么会去呢？我可不想白忙活一场，何况你车子的性能比我的要好多了。我赢了，你拿出200万；你赢了，我给你3倍，600万。好大的手笔！行啊，送上门的钱不要白不要。见陈天答应了下来，男子扬长而去。乔洛西担忧地看着陈天，你真要跟他比？我也不想，不过一来我们这会没什么事，二来我也想看看这人究竟是谁，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看见陈天逐渐阴沉下来的脸庞，乔洛西看着陈天，陈天哥哥，来者不善。不过没关系，洛西，今天我就带你体验一下生死时速。乔洛西心中固然有些害怕，却还是看着陈天。啊，我相信你。陈天闻言轻轻一笑，踩下油门，一路到了赛车场。车子到达青芒山赛车场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谁跟我比？车神来了！只见男子驾车驶来，一行人全都拥了上去。男子直奔陈天而来。说好的，你输200万，我输600万。成交。方子明带着赵磊从人群走出来。他们居然也在这儿。陈先生倒敢来，就不怕栽在秦神手里？这场子是方少的，我们秦青
秦神的改装法拉力无人能敌，你这代步车纯属是给秦神送原子。陈天置若罔闻，转头压低声音打了个电话。秦虎，虎子，查下秦青是什么人。秦虎那边甚至没有挂电话，立马回应了陈天。老大，他是白牡丹的人，杀手兼车手。蔡强之前去找过白牡丹。我知道了，现在我在青芒山赛车，带兄弟过来备好烟花。这么玩多没意思，来点彩头。青青说着，亮起了一个屏幕，赔率亮起，青青赔率 1.2， 陈天赔率 5.5， 众人一阵哄笑，没人看得好陈天。好，我出500万，压陈天赢。全场死寂，方子明与赵磊满脸错愕，随即窃喜。这陈天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能让乔洛西给他压住500万？不过有秦青在，这500万注定是我的。你承诺的600万，现在拿出来，不然这比赛不如算了。600万在此，怕你没命拿。一旁的方子明眼神闪过狠厉，立马上前。秦神选哪条赛道？3号赛道。人群倒抽冷气，那是死亡赛道，陡坡急弯加滚石，早就疯了。好，生死自负，我接了。洛西，你在原地等候就行，大屏幕一样看得清。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一旁的众人皆是羡慕，二人陆续上了车，人群人声鼎沸，都在为这场战役欢呼。青青悄无声息地藏好一枚合金刺，嘴角勾起残忍弧度。比赛开始。信号落毕，青青瞬间弹射起步，抢占内侧路线，试图将陈天逼向悬崖。陈天不急不缓，凭借精准操控紧随其后，车身稳稳避开首个急弯。青青法拉利漂移过急弯，轮胎摩擦地面冒起白烟，大屏幕前欢呼雷动。陈天紧随其后。别怕，想象自己在海上漂泊就行。一旁的乔洛西闻言闭上双目，陈天眼神骤锐，面对急弯猛踩刹车，狠打方向，保时捷单侧轮胎泥地，车身倾斜着擦过岩壁，全场瞬间死寂。要翻了，这废物果然撑不过第一个弯。不对，只见陈天猛打方向盘，车身原地旋转180度，擦着法拉利车身疾驰而出，碎石溅满秦青车窗。陈天的车直逼秦青的法拉利。不，这不可能，秦神怎么会被甩开？慌什么？13号弯道就在前面，那是秦青的绝杀点。那条线可是秦少的绝杀线，那条弯道可吞没了不少赛车手。陈天，死吧！大屏幕前的人屏息凝神的看着，所有人紧盯画面，连呼吸都刻意放轻。只见法拉利引擎咆哮着逼近，秦青抢占内侧车道，车头逐渐超越保时捷车尾。哇！秦青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山谷，现场犹如死寂。秦青坠崖了，死寂中夹杂着几声震耳欲聋的欢呼。秦青坠崖了，陈天赢了。早就看秦青不爽了，我就说这新人行。是几个为数不多买了陈天赢的路人，他们下注的奖金瞬间翻了数倍。怎么会这样？秦神怎么会失手？乔洛西已然吓得花容失色，眼睛紧闭，车子缓慢停下。陈天转过头，关切地看着乔洛西。洛西到了，比赛结束了，那人呢？他走错路了。二人从车上走了下来，围观者立马簇拥了上来，他们脸上荡着激动的笑容。13线不仅吞没了众多赛车手，就连秦青这样的赛车传奇也陨落在此。车神陈天，新的车神。秦青那厮都不够新车神看的，新的赛车车神。乔洛西看着被簇拥的陈天，脸上荡开笑容。一旁的方子明只觉得背后冷汗涔涔，看着被封为新神的陈天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眼底杀意翻涌。他不甘心，却又无可奈何。秦青已死，白牡丹那边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是500万的筹码与600万的奖金，等下还有一笔比赛的筹码金。陈先生，您查看一下。陈天接过银行卡，看也未看，将卡塞进了乔洛西手中。你拿着。乔洛西没有推脱，接过银行卡，这是刚刚他相信陈天得到的回报。陈天全都交还给了他。突然，烟花声响彻，照亮了青芒山赛车场。陈天笑了一下。洛西，喜欢吗？乔洛西疯狂地点着头，热泪奔涌而出，紧紧抱住了陈天。烟花在天穹上为陈天的胜利而绽放。工作人员递上车神奖杯，陈天只是淡淡扫了一眼，没必要。紧接着，大屏幕上公示了账目单，看到账目单，方子明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陈先生，这是500万剩下的筹码金，您500万赌金连本带利2750万，加秦青的600万奖金，共计3350万，已转入刚刚那张卡。围观者爆发出震耳惊呼，艳羡不已。一夜狂赚近3000万，这才是真大佬。赵磊瘫坐在地，捂着脸哀嚎自己下注秦青的100万彻底打水漂。陈天不再看众人，拉着乔洛西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该死，该死！这一场我以为那秦青能赢，我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都压在里边了。围观者叽叽喳喳的声音让方子明更是烦躁不已。一名围观者上前，自以为是的出着主意：“方少，快请陈天大神常驻啊，到时候肯定能回本。”方子明愤恨地大笑起来。围观者不解地看着方子明，方子明的笑声越来越大，也越发瘆人，眼底里是藏不住的阴险毒辣。是啊，秦青死了，白牡丹必定不会放过陈天，我只需作弊上官，这陈天还能对付了白牡丹不成？众人看着方子明犹如巅峰的大笑，赛车场的喧嚣随车流逐渐散去。乔洛西与陈天很晚才回到酒店，唐思琪与罗静早已睡下，发生了什么他们全然不知。第二天，唐思琪就欲去学校，还未拉开车门，便被人拦住。美女，美女，你这车卖不卖？我出高价。唐思琪被问了个不明所以，却又带着些赌气与挑衅的意味。卖。
我倒是要看看我这二手车能卖多少钱。闻言，那人眼中按捺不住的狂喜，就欲开口，一旁一个瘦高男子挤了进来。我出300万，我是宁州赛车俱乐部老板，要把它当镇店之宝。我这车原价才200多万，怎么买了1年多，反而被炒到300万了？我出350万，我老板是赛车迷，要永久收藏。这些人怕不是疯了吧？大清早的逗我玩呢。唐思琪只觉得遇上了神经病，脸色逐渐沉了下来，怒嗔了一声：闪开闪开，我不卖了。哎，美女你别走啊，我出400万，不能再加了。450万，美女，这是新车神的座驾，意义非凡啊！闻言，唐思琪瞬间明白了过来，是陈天开着他的车做了什么。好你个陈天，我这下看你怎么跟我解释。什么？陈天昨夜赢了3350万，一夜，这比中彩票还猛。是啊，不过昨晚上的事极其凶险，那秦青不是来赛车的，是奔着陈天哥哥命来的。闻言，唐思琪笑容一敛，随即眼神变了，感知到唐思琪的愤怒，乔洛西立马开口。不过秦青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已经掉下山崖死了。秦青感动陈天，活腻歪了，还好他自己死了，活该，真是活该。我得快给我爸爸打个电话。唐思琪立马拨通了唐世豪的电话，心中却又带着些许得意。爸，我那辆保时捷刚被2个人抢着买，直接出价500万，还差点打起来。电话那头的唐世豪显然不信，嗤笑了一声：少开玩笑，琪琪，你那辆车最多也就200多万。谁跟你开玩笑？昨晚陈天开着它去的下赛，直接拿下东海车神。今天早晨就有人拦着我说买我的车，那俩一个是宁州赛车俱乐部老板，一个是苏氏收藏大佬，都盯着车神座驾呢。东海车神那可是放眼整个华夏都顶尖水准，别说500万，再加点都值。陈天这小子防得够深，还算他有点能耐吧。对了，爸爸，这次打电话过来给你是跟你说一声，有人对陈天动手了，叫什么秦青。闻言，唐世豪沉默了一瞬，随后唐思琪听到唐世豪问道：身边司徒战，你可知道秦青是什么人？豪哥，此人是骆无畏已故手下秦洛的弟弟，无畏对秦青照顾有加，表面是个赛车手，暗地是帮骆无畏和白牡丹办事的杀手。昨天的地下比赛栽在陈天手里了。那我明白了，白牡丹的人十有八九是蔡强找的。秦青一死，骆无畏和白牡丹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琪琪，你放心就行，爸爸会暗地保护陈天。我就知道爸爸最靠谱了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入了夜，几人从学校外吃了晚饭，正欲往梦想酒店走着。得亏你还赢了3000多万呢，连点好的都舍不得请我们吃，小气鬼，小气鬼。唐思琪抱怨着陈天没带他们去高档餐厅，陈天笑而不语。突然，陈天面色一凝：你们先回酒店吧，我再溜达溜达。哼，小气鬼，行行，我们先走，你记得早点回去。唐思琪他们转身离开，陈天脸上笑意褪去，目光投向暗处。不用躲了，出来吧。只见2名黑衣保镖从暗处走了出来，看着陈天，姿态拘谨。陈先生，牡丹小姐请您过去一趟，有几句话想跟您说。陈天眼神阴翳，扫过二人身体瞬间僵直，额角冷汗直流。陈天步入客厅，目光扫过沙发上的白牡丹与骆无畏，径直落座，姿态坦然，无半分惬意。骆无畏紧紧盯着陈天，眼眶猩红。陈先生果然胆识过人，孤身赴约，秦青的事，洛心里难受，还请陈先生说说经过。我说牡丹小姐，秦青奉命杀我，你又何必装模作样？闻言，白牡丹假笑一僵，徐徐地站起身，眼底却藏着算计。陈先生怎这般直白？蔡强相求，我一个女人家身不由己，早知道陈先生这般出色，我怎会让秦青去送死？骆无畏依旧盯着陈天，不为所动。秦青屡次下死手，最终是自己坠谷，我半分未碰他。牡丹小姐，收起你那套虚伪把戏，看着倒胃口。客厅温度骤降，白牡丹脸色瞬间狰狞，褪去所有娇柔，嗤笑了一声，愤恨地看着陈天。陈天，你可知这是谁的地盘？敢这么对我说话，你是第一个。地盘？你安排人杀我不成？想换个法子动手，还敢说什么公平决斗？白牡丹，你比我想的更无耻。还有，别拿你那身骚妹劲出来话，不过是堆散发着臭味的烂肉，让人作呕。白牡丹娇躯剧颤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骆无畏凶狠地看向陈天，杀意如潮水般席卷客厅。好，有种！3天后，我的地下拳击场让洛跟你公开决斗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活着走出来。陈天起身，眼神不屑地看向骆无畏，全然没将对方放在眼中。就凭他，行啊，我免费陪你们玩玩。若输了，可别再怨天尤人。说着，陈天转身离去。2名壮汉恭恭敬敬地引路，全程低垂着头，不敢与他对视。待陈天离去后，2名壮汉窃窃私语起来：跟骆先生决斗，这人真是不知死活。我看未必，这人气场太足，秦先生也赢在他手。陈天回家，见3女坐在沙发上，显然在等他。罗静率先起身，眼神里满是担忧：陈天哥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没出事吧？没事，碰到个富婆，非要拉着我说话，耽误了点时间。哟，还富婆？怎么不直接带人去吃饭呢？不能将这件事告诉他们，省得他们又要担心，谈崩了。不过人家约了我3天后，还是个盛大场合，我正愁穿什么呢？你们要不要帮我参谋参谋？谁要给你参谋？问洛西去。
他比我懂。纵使知道陈天在插科打诨的开玩笑，三人心中却还是难免一酸。陈天见三人没再追问，脸色降了下来。3天后的地下拳击场，让我看看你们到底还有什么本事。一大清早，唐世豪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语态焦急。唐思琪还酸溜溜的将昨夜陈天所说与唐世豪陈述。唐世豪直接告诉了唐思琪真相。爸，你说什么？陈天约的富婆是白牡丹，还要比赛地下拳赛？是，现在陈天和骆无畏3日后公开决战，整个东海地下全都知道了。陈天打着哈欠从房间内走了出来，见陈天出来，唐思琪立马将电话递给了陈天。陈天，我爸爸的电话。唐叔，陈天，你跟骆无畏决斗的事传遍地下世界了。骆无畏易如暗劲，实力滔天，你真想好了？唐叔放心，白牡丹主动挑事，这一战躲不掉，我既敢应下，就有必胜把握。唐世豪闻言也是放下了心来，陈天的为人处事让人放心，他的实力唐世豪也看在眼中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其他的事我就来安排。挂了电话，唐思琪还欲说什么，只见罗晋缓慢走过，罗晋震惊地看着二人。你们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唐思琪才反应过来，不是，小静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陈天见状回到了屋里，留下二人聊天。罗晋眼神闪烁起来，强装着笑意，心中无尽酸楚。我懂，思琪，你不用解释，我又不反对你和陈天哥哥在一起。谁要和他在一起？对了，你哥跟他是战友，他在部队到底多厉害？陈天哥哥是我哥最敬佩的人，只是我哥执行任务牺牲了，凶手还没找到。我只希望陈天哥哥不要像我哥哥一样牺牲了。唐思琪沉默点头，心里对陈天多了几分心疼。二人对视一眼，准备去学校。二人出去后，邢虎来找陈天。老大，骆无畏的底细查清楚了，已踏入暗境境界。秦洛当年比他还强，差一步到暗境中期。你伤势未愈，这一战暗境而已，不足为惧。白牡丹的地下拳场虽有猫腻，但他敢公开，就不敢明目张胆动手。正好借这一战，彻底了断恩怨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后手，确保万无一失。邢虎退下后，陈天重新闭目修炼，体内神秘力量流转，比往日愈发充盈，嘴角露出一抹自信笑意。跟我比练气，还差一点。陈天肉身早已淬炼至至境境界，内真气内泄。莫邪无外，从未有过半分松懈。番遇上真正强敌，他终于不再藏拙，可以展露真正实力。练气过分3境：明境、暗境、化境。我如今已是暗境一阶，放眼整片大陆，能踏入此境的高手寥寥无几。陈天就要再进入修炼状态，手机响起，是刘小雨打来的电话。陈天哥哥，我爸让我来拿东西，10分钟就到你房间518，对吗？对，我等你。挂掉电话，耐心等候。时钟滴答作响，半小时过去，房门依旧毫无动静。陈天眉头微蹙，拿出手机拨打刘小雨电话。陈天暗叫不好，眼神瞬间变冷，周身气场骤沉，起身便急冲而出。上回刘建林出事后，便辞去了保安职业，开了家餐馆。陈天疾驰闯入餐馆，门内空无一人，在桌上放着一张纸条。陈天拿起纸条，红星路蓝天塑料厂1000万。保时捷驶入废弃塑料厂，2名持枪绑匪围了上来。刘小雨被推出来，双手反绑，看到陈天瞬间红了眼。陈天哥哥，放了他，饶你们不死。车神果然够狂，钱带来了吗？陈天掏出银行卡晃了晃，2名持枪绑匪见状上前，伸手去抢。找死！3秒内放下刀，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就凭……话音未落，枪声响起，他额头中弹，直挺挺倒下。矮个绑匪大惊，将枪抵在刘小雨后脑勺。朱瑶脸色阴沉如水。闭眼，相信我。刘小雨听话闭眼。就在陈天要有下一步动作时，突然梁娜冲了进来，举枪大喝：“住手！警察，都放下枪！”梁娜本是追着那辆在城中疾驰车子而来，却不想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，全城通缉的越狱杀人犯朱瑶。哟，这不是梁警官吗？好久不见。朱瑶，你居然在这儿！越狱加上命案，你逃不掉的。哼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让我伏法的本事了。10秒内放下枪，否则让我手下开枪，我死了，这个小丫头也别想活。陈天缓缓放下枪，给梁娜递了个眼神。梁娜犹豫片刻，也放下武器。朱瑶狞笑着上前，抽出半尺长刀，寒光凛冽。朱瑶怒喝一声，挥刀直刺陈天心口，速度极快。再来一招，给你整个狗吃屎怎么样？梁娜趁机拿起枪支，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绑匪。陈天，你还真是我的立功福星啊！陈天就欲说什么，突然一个微弱的破空声响起，朱瑶头颅耷拉，气息全无。陈天余光扫过暗处，朝梁娜递了个影子。小雨，你先和梁警官出去等我，我得方便一下。梁娜会意，拉着刘小雨离开。陈天缓步走向深处，厉声大喝：“别藏了，滚出来！朱瑶是你灭口的，绑架也是你一手安排，目的是什么？”那男子从阴影处缓步走出，周身杀气如实质般笼罩四周。陈天瞳孔微缩，此人实力应当不在我之下，看来是个棘手的角色。那男子一言不发，身形如鬼魅般扑来，陈天不退反进，运劲于掌，硬接下这一击。则藏头露尾的鼠辈，以后遇到定不会再让你逃跑。不过当下还得顾及着与洛无畏的决战。地下比赛的时间接踵而至，五爷与唐世豪并肩而坐，身后分别立着坤少爷与唐俊杰，各方大佬暗流涌动。世豪，这东海的风浪
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蔡强身边这面具人，传闻实力深不可测。五爷慧眼，此人心性难料，只是陈天与洛无畏这一战变数太大。陈天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忽然间，欢呼声四起，只见白牡丹挽着洛无畏缓步登台，紧接着陈天与唐思琪并肩入场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了比赛台中。唐老板，令爱与陈天真是天造地设，这般护着他，就不怕引火烧身？牡丹小姐既说公平决斗，便只论胜负，无关其他。诸位，今日来不仅仅是与陈先生决斗，还有一事我要宣布。我与洛相处许久，此战一过，只要洛能胜利，我便嫁与洛，日后共度余生。陈天，这洛无畏身手不凡，听说3年前就已经逼近暗境中期了。我说怎的这么眼熟？原来塑料厂那鼠辈便是你，安排捉妖绑架，只为试探我的实力，倒是费心了。牡丹小姐未免太急了，这洛无畏若死在我手里，你可就接连克死2任丈夫了，这往后怕是再无男人敢近你身，只能做一辈子寡妇了。此话一出，白牡丹脸色瞬间铁青了下来，气得手指发颤，指着陈天：洛，给我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只见洛无畏怒吼一声，周身暗劲涌动，地面微微震颤，双拳裹挟雷霆之力，直取陈天面门。陈天，你很强，但是今天你的命得留下。想要我的命，还那些。陈天烟雾散去，陈天躺在赛场中央，鲜血从他嘴角溢出。洛无畏站在陈天面前，全场哗然，结局似乎已定。唐思琪不顾形象的发了疯，冲向台上。陈天，你醒醒，我不准你有事。哭什么？我赢了！唐思琪猛地回过头，看着洛无畏，白牡丹脸色惨白的冲上来。洛无畏已经没了生命体征，他站着战死了。洛，白牡丹颤颤巍巍的触碰洛无畏，只见洛无畏身体向后倒去，紧闭双。白牡丹绝望的跌坐在地。黑弓13杀！白牡丹凄厉的叫声划破全场，13道黑影从看台暗处掠出，黑衣蒙面，手持短刃，瞬间将陈天与唐思琪团团围住，杀意如实质般压迫四周。唐世豪，把你女儿带走，否则今日我便让你父女随洛无畏一同赴死。与洛无畏的对抗，陈天已然是强弩之末。一旁的蔡强见状，立马走上前智慧：杀了他，杀了他，趁现在杀了他！如果不是你来找我，洛就不会死。如今洛已经死了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白牡丹已陷入疯魔，掐中了手中的力道，只是一瞬，蔡强便没了呼吸。动手！岂敢！那13道影子同时上前就要动手，唐世豪根本赶不过去。突然，邢虎出现在中央，横在陈天与唐思琪面前。哼，白牡丹，老大早知道你这口蜜腹剑的女人不会遵守规定，亏得他早早派我将你厂子里的36骨干控制住。你说什么？哼，拳击场外我的人早已不控，现在要不放我老大走，我留他们一命；要不我要你牡丹山庄上上下下全都给我老大偿命。哪怕是愤怒于此的白牡丹，此时也逐渐冷静了下来。该死，该死！没了骨干，这13个废物根本护不住我。还有唐家，难道就此放过陈天？13个杀手瞬间绷紧了身子，手中的武器寒光凛冽。白牡丹咬牙切齿地看着邢虎，一副志在必得之态。世豪，你倒够疯狂，竟在这拳击场下埋了炸弹。方才洛无畏要下死手时，你没亮底牌，是赌陈天能赢。我赌陈天能创造奇迹，赌我女儿不会身陷绝境，也赌五爷您不愿见东海地下世界血流成河。牡丹，见好就收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白牡丹愤恨地看向邢虎，又看向五爷，咬牙切齿地挥手。13个杀手见状缓缓退去，让出一条路。多谢五爷。五爷笑了笑，带着坤少爷离开了拳击馆。唐思琪眼眶猩红地看着唐世豪：爸爸，快把陈天送去医院。一行人焦急地在病房外走动，许久，手术室的灯熄灭，乔泽庸面色铁青地走了出来。陈天伤势太重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乔医生，就没别的办法了吗？唐小姐，我现在立马联系吴教授，兴许吴教授有办法。吴教授，陈天出事了，生命岌岌可危，全身骨骼多处碎裂，唯有请你师傅出手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什么？陈天出事了？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吊住陈天的气，我这就请我师傅出山。挂了电话，乔泽庸着手去准备。一旁的邢虎似是想起什么一般，看向唐世豪：唐先生，我们老大交代了，蔡强的南区地盘，我暂在接管，等老大痊愈，便交由唐家接手。南区地盘，人人垂涎，这陈天倒是大气。还有这邢虎，论地位，在东海这地已然是能跟我平起平坐的地位，却对陈天唯命是从。这陈天当初倒是小觑了他。唐先生，既已交代完毕，您便回去休息吧。今日之事，还多谢唐先生出手。是啊，爸爸，你就先回去休息吧。邢虎犹如守护神一般伫立在病房外，眼眶猩红，警惕地看着来人。唐思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病房。突然，唐思琪的手机铃声划破了寂静。喂，若曦，怎么了？思琪，你在哪里呀？怎么陈天的电话也打不通？他跟你在一起吗？唐思琪强行压下想哭的欲望。不能让若曦和静静再担心了，他跟我在一起呢。我们今晚就不回去了，有别的事儿。
唐思琪拙劣地说着谎话。电话那边的乔洛西闻言，心中五味杂陈，应付了几声，便草草地挂了电话。陈天，你快醒过来吧，我好害怕，比你跟洛无畏决斗的时候还害怕。看来是这儿了。老者说着就要开门进入病房内，邢虎反应极快，就要抓住老者，老者反应比他还快，躲了开。唐思琪不悦地看着老者，老爷爷，你别进去。对不起，老先生，这位正有位危重的病人，麻烦你先离开。老者疑惑地扫视了乔泽庸一眼。怎么，乔院长，可是你打电话给我那笨蛋徒弟，说让我来的，到了你却让我离开。闻言，不仅是乔泽庸，就连剩下几人都不可思议地打量起这老者。前辈，您就是前辈，求您救救我老大。鬼医伸出手，直接带人走进了房内，示意他们安心。他两指搭上陈天脉搏，眉头微挑，随即舒展。前辈，他还有救吗？死不了，这小子命硬，体内还有股韧劲儿在自愈，算他造化。听到鬼医这般说，众人悬着的心也放下来。前辈，他伤势极重，自愈能力竟能……少废话，这里福尔马林卫强人，把人带回住处。邢虎立刻上前背起陈天，唐思琪三人紧随其后。乔泽庸想阻拦，却被鬼医一个眼神震慑，只能作罢，看着众人离去。没想到传闻中的鬼手神医是这么一个朴素的老者。将陈天送回之后，乔洛西与罗晋看着负伤的陈天。陈天，怎么回事？唐思琪哭着将事情原委一一告知，两女听后也心疼的落了泪。我昨晚上还误会你们。行了，有老夫在，你们别这么着急哭丧，都出去吧。乔洛西还欲说什么，被唐思琪拉着手臂摇了摇头。几人一起出了房门，鬼医取出布袋中的银针，指尖翻飞间，银针精准刺入陈天各大穴位。一夜未歇，直到天光大亮才停下动作，望着陈天好转的面色叹气。小子，若不是我推你一把，加速自愈，耗死我半幅心神，你哪能这么快稳过来？可得好好学我太乙18针，别负了我这番功夫。昏迷中的陈天似是听到了诡异的嘱咐，急不可察地闷声了一声。洛，你为了我而亡，我定不会让你一人上路。陈天、唐世豪他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司铎，给我查陈天的死活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若他活着，便带他的人头来见我；若他死了，就当凭唐世豪的地盘给洛铺路。是。陈天哥哥醒了，陈天哥哥醒了。臭小子，醒了也不知道跟为师请安。一旁的唐思琪刚要说什么，只见鬼手神医抬手，不耐烦的挥手将众人赶走。都出去吧，我有话跟他单独说。我说小子，你能醒，多亏了老夫将你体内那股神秘力量炼化了。现在你可是已经脱胎换骨，能量精纯100倍，还能自生太乙18针，该学了吧？可我为什么感知不到体内的气？你现在就是个能量充盈的婴儿，2天后才勉强回暗境中期，但根基比以前强10倍。好，我学。给你半天，记住这经脉图。陈天凝神，眼神放空，进入空灵状态。经脉图上的穴位如潮水般涌入脑海，仅10分钟便抬眼。记住了，这就记住了。陈天笃定地点头。鬼医随即提出了几个问题，陈天全都对答如流。果真是个妖孽，看来选择你我老头子没有看错人。太乙18针已传你，自保救人都足够。记住，你的命金贵，还有大事等着你做，别轻易折了。多谢前辈，此恩必报。你小子跟我还客套什么？我就先走了。鬼医前脚刚走，乔泽庸后脚推门进来，见陈天已无大恙，满脸震惊。陈天，你竟然恢复的这么快，鬼医前辈的医术太神了，全靠前辈相助，我才能恢复。二叔，这事儿别告诉我乔叔和小姨，免得他们担心。乔泽庸点个头，只见乔洛西快步走了进来。你都好了，昨天还躺床上动不了，今天就跟没事人一样，别事又逞能。可不敢逞能，我真好了，全靠洛西小姐担心，我才能好这么快。谁担心你了？陈天，我爸爸来了。他说北牡丹那边好像有大动作了，让你最近无论如何都要小心点。让他来，正好我也该会他了。见陈天这般笃定，众人也全都放下了心。第二日，陈天炼体之际，察觉出有人在自己房门外鬼鬼祟祟，并非是唐思琪他们。看来有人等不及要看我死了。陈天拉开房门，乔装打扮行事诡秘的梁娜站在门口，见到陈天，梁娜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你怎么没事？传闻你不是重伤垂危，连床都下不了。梁警官这么盼着我死，还是说没看到我躺床上你不甘心？陈天，你少贫嘴！我警告你，你在东海闹得太大，五爷那边可不是好惹的，他手下有化境高手齐报，杀你跟捏死蚂蚁一样。化境高手又如何？成坤不过暗境巅峰，我爷再强也挡不住我要走的路。倒是梁警官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你是受伤坏了脑子。我可没胡说。梁警官，我最近学会了一套针灸之法，你要不要来试试？陈天，你怎么没死在洛无畏手下？看着陈天插科打诨的态度，梁娜深知对方已然无事，恼羞的摔碗而出。陈天见他这胡样子，笑了一声。白牡丹按兵不动，我爷暗藏杀机，倒是有趣。陈天还在思考着，敲门声再次响起。陈天开门，唐俊杰、唐波站在门口，神色恭敬，身后跟着一脸担忧的唐思琪。
陈天兄弟，我父亲让我们来请你，说是给你接风洗尘，也多谢你护我唐家周全。是啊，陈天兄弟，你受伤这么快就恢复，简直是奇迹。陈天，你真的没事吗？不许硬撑，要是不舒服，我们就不去了。放心，这点小伤早就好了。唐叔的宴请，我自然要去。何况我也想借这个机会，看看五爷到底敢不敢动手。唐俊杰、唐博脸色一凝，随即释然。他们知道陈天从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好，陈天兄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我父亲已经在酒店等候多时了。走到门外，还未上车，陈天只觉得有人在角落窥视他们。陈天指尖弹出一道契机，与黑影打来的子弹撞击在一起。不好，是杀手。杀手速度很快，但陈天更快。杀手直冲唐思琪，陈天指尖再度凝聚一道黑气，冲杀手打去。杀手倒飞了出去。这杀手是冲思琪来的。白牡丹的手下。陈天就欲说什么，那杀手直接咬破了在口中的毒药，一瞬之间殒命于此。自强了。该死！我马上给父亲打电话。父亲，出事了，有人想暗杀陈天和思琪。唐世豪匆匆驾车驶来。怎么回事？唐俊杰将事情原委与唐世豪说着。唐世豪脸色骤变，看着地上已然自枪的杀手。黎叔，清理干净现场，不留痕迹。你们没事就好。陈天，刚才多亏了你。思琪没事就好。看来这饭是吃不了了。思琪，你先跟陈天回去，有他保护你，我放心。唐世豪愤怒离去，二人并未立马回到梦想酒店。饭没吃成，不能饿着肚子。走吧，带你去吃饭。去哪啊？去大排档。大排档内桌椅简陋，灯光昏暗，老板老吕正收拾碗筷，看到陈天和唐思琪，连忙堆起笑容迎上来。哎，两位这里坐。老吕哥跟你谈个生意。有哥，我这小本生意怎能跟您做上生意？这话就见外了，老吕，我这有个进口的打火机，进价3000，我看你的面子上2000卖你，以后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有哥，我这小本生意实在卖不出去啊，上回的象牙筷子还压在手里。老吕，我记得我刚刚给你脸了。陈天，你别拦我，他们太过分了。先等等看，应该有人要出来了。老东西，识相点，拿2000块，不然等会就4000了。住手！这儿没你一个小虫子的事儿，给老子滚一边去！哎呦，小伙子，你这下可给我惹祸了。这几个人是地头蛇啊，你这我这，你还是走吧。这店老板怎么这样啊？这人救了他，却还要赶他走。这老吕本就是生性胆小的人，这样做也怪不得他。走吧，去看看那小子。陈天携唐思琪追上了白纯，白纯面无表情的走着。喂，小子，什么事？你说你这刚失业，恰巧我这里有份工作，包吃包住，月薪10K，要不要来？你有那么多钱？哥哥很有钱，以后还会更有钱。你只要告诉我，你做还是不做就好。好，我叫白纯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别让我对付好人。陈天颔首一笑，眼底闪过一丝赞许。放心，不会。陈天下了定心丸，白纯才跟陈天回了梦想酒店。陈天带着白纯、唐思琪走进楼道，罗晋率先迎上来，看到白纯，满脸疑惑。乔洛西随后走出。没想到你有这么多女朋友。别误会，他们都是我要保护的人。白纯，以后你负责暗中保护他们3个，房间安排在隔壁。可以。如果真的有不长眼的来找茬，记得留个活口。那就住隔壁吧。罗晋赶忙带白纯去了房间，唐思琪和乔洛西回房休息。安排好后，罗晋从白纯房内出来。小静，这家小酒店已经满足不了你的成长了，我打算收购一家大酒店，交给你打理。陈天哥哥，我能做好吗？能，我相信你。说完，陈天便回了屋内。罗晋崇拜地看着陈天的背影，眼见二人又要打在一起，陈天推门而出。住手！白纯，这是我兄弟邢虎，负责这里的安保。虎子，这是白纯，昨晚我找来的高手，负责暗中保护洛西他们。你们怎么打起来了？老大，我还以为进了刺客呢。他不是来抢我饭碗的人。放心，抢谁的也不抢你的。我找老大有正事。什么事儿？老大，我打听好了，有一家星级酒店要转让。另外，与白牡丹的事儿，现在大家都不太看好，我们和唐家联手对抗白牡丹。好办，把蔡强的场子送给唐世豪，明天在北城会所办宴会，宣布我们和唐家合并，凝聚力量，逼那些摇摆不定的人站队。老大，那可是整个东海北区，唐世豪之前就拒绝过啊。陈天不再犹豫，拨通唐世豪的电话。唐叔，蔡强的场子给你，明天北城会所办宴会，宣布合并事宜，你这边安排一下要请的人，其余的我来搞定。虽然看不见唐世豪的表情，但从他的语气中，陈天能听出对方震惊的无以复加。陈天，你当真？这可是块肥肉啊！唐叔，交给你我放心，只求你别碰禁忌药品之类的歪门邪道，凝聚力量，咱们共抗白牡丹。五爷，陈天竟真把整个北区场子送给唐世豪，明天北辰会所的宴会答应出席的家族寥寥无几，这对他们可是致命打击。我们要不要趁机出手？
稍安勿躁，这么精彩的戏得多看2眼。陈天这一步看似险棋，实则是在筛除两面派，能留下的才是真心能共抗白牡丹的人。还是五爷高见，只是我不明白，陈天这般年轻，居然能抵挡住权势的诱惑。能抵得住美色与权势的年轻人，要么心怀大谋，要么有非同常人的底气。他的底牌还没亮出来呢，你只需看着，别乱插手。坤少爷依旧笑眯眯的，只是旁人见了这副模样，只觉得他眼底里藏着阴睨。是。陈先生您好，我是唐波的女朋友宋茜，经常听思琪提起您。你好。陈天，目前明确答应出席宴会的家族只有这几家，很多人都推脱不来。胡子，把这份名单加上你那边答应来的人，全部发布出去，越多人知道越好。好的，老大。这陈天真是好手段。不出半个小时，邢虎与唐世豪接连接到电话，原本还在推脱的家族纷纷致歉，说已然在来的路上。不出一盏茶的功夫，北辰会所门庭若市。爸爸，你可算来了。宋叔好。小波，小倩这丫头性子骄纵，这段时间要是惹你生气，我一定好好教训她。宋叔说笑了，小倩很懂事，从没惹我生气。老哥，恭喜你合并北区厂子，这位就是邢先生吧？久仰大名，恭喜恭喜！宋老弟客气了。邢虎，这位是宋朝义，宋老弟。宋先生，今天过来也就走个过场，搞这么大牌面干啥？走个过场，咱们的名单已经传遍了，白牡丹和五爷怎么可能再容下我们？怕什么？县官不如县管，到时候就说我们是被逼的，还能有活路。众人相视一眼，心照不宣的点头。此时，邢虎站了起来，目光扫过全场，宾客瞬间安静。感谢各位到来，今天我替老大宣布，北区厂子正式交给唐先生统一管理，只要是暗地里玩小动作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觉得你能战胜得了白牡丹吗？战胜了白牡丹五爷那边呢？此言一出，人群中瞬间鼎沸起来，质疑声跌宕起伏。诸位冷静冷静，我知道大家都在担心自己的利益问题，但我唐世豪这几年为人，诸位也都看在眼中，而且我们是靠实力说话，这些诸位完全不需要担心。是啊，现在谁不是靠实力说话？我相信唐老哥。唐世豪一席发言镇住了场子，风向向着他们这一边倒去。见状，隐在身后的陈天松了口气，默默退了出去。接下来就交给唐老哥吧，我出去透口气。陈天前脚刚踏出房门，后脚就听到一声呼喊救命的女声。呀！你放开我！装什么清高？说多少钱赔老子一碗，老子有的是钱。放开他！你谁啊？也敢管老子的事？老子是东海崔家崔启明。我管你是谁，放开他！崔启明恼羞成怒，就要打向陈天，见陈天微微抬手，崔启明便倒飞了出去。你打我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听到走廊的喧嚣，一行人匆匆出来查看。唐世豪，行，我儿子在你们地盘被打，你们必须给我交代。陈天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没事吧？什么？你是说这个人就是陈天？崔启明更是直接躺板在地，满脸不可置信。唐思琪凑到陈天耳边，快速说明宴会厅的情况。陈天点了点头，大步走回宴会厅。陈天锐利的目光扫过全场，宴会厅瞬间死寂。显然，刚刚在走廊的情况，大家全都目睹了。胡子，把人抬上来。陈天脸色严肃，眼神中夹杂着盛怒。我看谁敢动我儿子！跪下，道歉。姓陈的，你疯了！我儿子是崔家公子，你竟敢让他给一个女服务员下跪道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闭嘴！10分钟内，你再敢多废话一句，你就陪你儿子一块跪下道歉。崔元康如被掐住喉咙，瞬间噤声，脸色惨白如纸。邢虎站在他身侧，眼神凶狠，浑身戾气。崔元康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用怕，有我在。我叫周易。我知道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赢不了白牡丹和五爷，心里满是怀疑和退缩。我不敢保证一定能赢，但我能保证，在这里，无论你是乡下来的服务员，还是有头有脸的家族掌舵人，都能得到尊重，得到公平，不用卑躬屈膝，不用忍气吞声。宴会厅落针可闻，唯有众人的呼吸声交织。宋朝义率先点头，眼中满是敬佩。原本质疑的宾客也纷纷抬起头，看向陈天的目光中多了几分坚定。今天你们选择站在这里，要么同心协力，要么趁早滚蛋。但我警告你们，谁敢做两面派，谁敢背叛，蔡家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。陈先生放心，我们一定同心协力。是啊，经陈先生一说，我们再也不犹豫了。带着你儿子滚，再敢闹事，崔家就不用在东海立足了。陈先生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冒犯。邢虎凑到陈天耳边，低声提醒：“老大，东方国际大酒店就是他的产业，之前他还想卖掉。”何先生，听说你想卖掉东方国际？陈先生说笑了，那都是之前的想法。如今听了陈先生的话，我已经打消了念头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心里仍有顾虑，担心资产安全。我有一个方案，我们可以收购各位部分产业股份，让你们套现一部分资金，也让我们的利益绑在一起，同心同德。陈先生想得太周到了。
这样我们就彻底放心了。陈先生，我同意你的方案，东方国际的股份我愿意出让。合作愉快，下个由唐先生安排人洽谈，管理权我会让梦想酒店总裁与你交接。好。离开北城会所，父子俩夹着尾巴逃回了自己家中。郭玲看着崔启明的惨状，气得浑身颤。崔元康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儿子被打成这样，你不仅不报仇，还怪他。你忘了你今天能有这么大的家业，靠的是谁家？爸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陈天不光打我，还让我当众下跪，侮辱我，侮辱崔家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孽子，要不是你色心大发，骚扰人家服务员，能有今天的事？陈天是什么人？你惹得起吗？惹不起又怎样？我们郭家在东海珠宝界一手遮天，还派一个毛头小子。再说伯纳家族的安娜小姐就要来东海了，只要我们能搭上伯纳家族，别说一个陈天，就算是白牡丹，也得给我们郭家面子。哼，现在开始说大话了。要是真这么厉害，我崔家怎么会现在还是个名不经传的小家族？郭家再厉害，在伯纳家族眼里也屁都不算。就凭你们，崔元康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崔元康见郭玲真的气恼，立马摆手，露出一副谄媚的表情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说一定好好准备，陪你去见安娜小姐，争取拿下合作。崔元康如此说，郭玲这才罢休。崔元康望着他的背影，眼神阴鸷，满是不甘。爷爷，崔启明被陈天打了，还被迫当众下跪，这事已经传遍了东海，丢尽了我们郭家的脸。我们一定要给陈天一个教训。教训？你们知道陈天是什么背景吗？能让邢虎俯首称臣，能让唐世豪全力追随，还能轻松稳住那些墙头草家族。这年轻人不简单。爷爷，我们知道他不简单，可他对抗的是白牡丹和五爷，赢的几率太小了，我们没必要为了他得罪白牡丹啊。我没让你们得罪白牡丹，但也不许你们招惹陈天。凡事留退路，陈天未必会输。现在你们最重要的事是做好迎接安娜小姐的准备，拿下伯纳家族的合作，这才是我们郭家崛起的关键。郭丰年闭上眼睛，陷入沉思，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在盘算着什么。宴席结束，陈天迫不及待回了酒店。罗晋在客厅中看着什么东西，见到陈天回来，脸上漾开笑容。陈天哥哥，你回来了。明天周六没课吧？陪我去一趟东方国际大酒店。东方国际就是那家5星级大酒店。陈天哥哥，你带我去那里干什么？难道是给我找了份工作？找工作，小静，我带你去，是要谈入股，我们要买下东方国际，取得绝对控股权，以后这家5星级大酒店就交给你管了。什么？买下东方国际，交给我管？陈天哥哥，我不行的，我连小酒店都只是勉强管好，怎么能管得了5星级大酒店啊？我相信你，你可以的，我会找人带你入手，教你管理技巧，你只要大胆去做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怕任何问题。好，陈天哥哥，我一定努力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说，陈天，你有点太不厚道了，回来了也不说一声，还需要我千里迢迢的飞来见你。我这不是太忙了吗？哼，就你理由最多。这次回来，郭家想与我合作，我就顺便来看看你。郭家，前段时间跟他离姻的崔家还发生了点不愉快，需要我帮忙拒绝他们的合作吗？这只需要我一句话。不用，他们在我面前还掀不起什么浪花，你只管做你的就行。好吧。二人寒暄了一会儿，陈天便起身告辞。陈天，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开口告诉我，我可是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的。知道了。陈天左拐右拐，走进了一个巷子之中，停下脚步，却没回头。我说，跟了这么久，不快点滚出来，还要老子请你们？找死！黑宫13杀，白牡丹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找死？你的实力怎么进步这么快？已经快要冲击暗境巅峰了。回去告诉你主子白牡丹，再不收手，我定取他狗命。看来快要按捺不住了。牡丹小姐，属下失败了。陈天的实力已经快要达到暗境巅峰，属下不是对手，请牡丹小姐饶我一命。司铎，你对我忠心，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？不过我要你帮我一个忙。牡丹小姐，属下愿意为你赴汤蹈火。白牡丹咯咯一笑，眼底却闪过一丝狠厉。很好，你先去等着吧。司铎恭敬的退下，只见4道影子出现。几声，只闻4道枪械声落下，司铎彻底没了声音。真是废物，连落一根指头都比不上，活着也没什么用处。洛，你放心，黄泉路上你绝对不会孤单。几日后，白牡丹携着石井次郎手臂走出巷子，堵住了陈天。白牡丹，你这老女人终于舍得出来了。陈天，我可是专门请了高人来对付你，你可千万要对得起我的处心积虑啊！陈天这才注意到白牡丹身边的人，他脸色一变。白牡丹，你敢勾结倭人？陈天，我只想让你们死，用什么方式又何妨？石井先生可是我的得力帮手。呵，区区一个倭国人，一个家族站在这儿都不够我看的。我乃东瀛3大忍者家族石井家族次子石井次郎。陈天，你刚才说要屠灭我石井家族，好大的口气！是倭国的10大家族之一，更是3大忍者家族之首。白牡丹居然能把这人请过来，呵，白牡丹，我倒是小看你的手段了，直接画道儿吧。陈天，你以为我还会给你翻盘的机会？我可告诉你，唐思琪已经在我们牡丹山庄做客了。你要是还想让唐思琪活，我们就在牡丹山庄等你。你绑了唐思琪？
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们可是请陈天，牡丹山庄就是你的坟场，你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。说完，二人便离去。陈天愤怒到浑身颤抖，他打了电话给唐世豪。司徒镇立刻集结所有力量，准备对白牡丹的所有场子全面动手。陈天，思琪就交给你，你到牡丹山庄的那一刻，我便下令开战，哪怕拼尽唐家所有力量，也要护你们周全。唐叔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思琪完整的带回来。陈天果然够胆，竟然真的单人闯庄，今天你插翅难飞。废话少说，放了思琪，我留你全尸。不知死活！杀！给我杀了他！把唐思琪看好，谁也不许放他走。敢动我嫂子啊，活腻歪了！紧随而来的是邢虎。陈天，你小心！见白纯就要带唐思琪走，白牡丹瞬间癫狂了起来。拦住他们！都给我拦住他们！杀了陈天，杀了所有人！倭国的垃圾不过如此，死吧！陈天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，一拳打了上去，石井次郎殒命当场。给我拦住他！白牡丹话未说完，爆炸声四起，飞沙走石，牡丹山庄大半都被火光吞噬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爆炸？白牡丹，你以为只有你会布局？我早就留好了后手。牡丹小姐，惊喜布，炸弹是我布的，前几天就买好了。敢惹我老大，就得有被炸平的觉悟。牡丹小姐，我们所有场子都被唐世豪的人攻破了，已经彻底失守。白牡丹浑身颤抖，看着眼前的废墟，又笑又哭，语气凄怆，却依旧倔强。陈天，我还有钱，还有石井家族撑腰，你别以为赢定了。陈天，你没事吧？白牡丹，石井家族对华夏来说罄竹难书，你与他们合作就得做好这种觉悟。陈先生，我输了，麻烦你把我和洛放在一起。对不起，洛，是我没用，我这就来赔你了。这是我的全部财富，银行钥匙和地址送你了。众人震惊不已，没想到白牡丹会将巨额财富送给死敌。陈天打开布包，看了一眼钥匙和地址，随即双手发力，布包化为粉末，随风飘散在白牡丹身上。这肮脏的东西，你还是自己带去黄泉路吧。陈天没再管辖白牡丹，白牡丹气绝，死在了放着洛无畏尸首的棺椁上。突然一变陡声，陈天，什么？白牡丹死了？一晚上，牡丹山庄的动荡瞬间传了出去，五爷这里也毫不意外的知晓了。五爷，白牡丹野心太大，低估了陈天，才落得这般下场。如今唐世豪接管白牡丹的场子，陈天实力深不可测，我们不可轻举妄动，要不要？坤少爷欲言又止，但五爷已经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。唉，我终究还是老了，这是世道，终究是年轻人的天下。告诉陈天，我愿跟他井水不犯，只求他能给老头子我一个颐养天年的机会。是，五爷。陈天睁开眼睛，已然是第二天下午。唐思琪坐在陈天身旁，见陈天醒来，松了口气。陈天，你终于醒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只是听说思琪被绑架了，一直绷着神经，解决了白牡丹，放松了下来，没想到竟然直接晕了过去。几人见陈天这副样子，确认对方已经没什么大碍，全都松了一口气。老板，你这也太任性了，白牡丹那几十亿财富说废就废了，换成我早就收起来了。陈天，世人皆为名利所困，你年纪轻轻便能如此淡泊，这份心智远超常人，实在令人钦佩。不义之财，沾染鲜血，留着也是污秽，不如随他一同消散。是好，恭喜恭喜，除掉白牡丹这个心腹大患，往后东海地下世界你也能站稳脚跟了。全靠陈先生相助，若非他，我唐家今日恐遭灭顶之灾。唐世豪明显已经知道昨晚上午夜传来的消息，对于这个垂暮之年的老人，只要对方不找他们麻烦，他对他还是抱有尊敬。陈先生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胆魄，佩服。侥幸而已。五爷与坤少爷寒暄了几句便离去了。此次他们前来，主要是为了表明态度。没想到这老东西居然怕陈天，你小子魅力无限啊！要不是有唐叔，一切不会这么快平定下来。白牡丹解决了，我爷归降，看来以后的日子能风平浪静了。突然，陈天像是想起来了什么，掏出一枚玉坠，递给唐思琪。生日快乐，这是护身符，愿你往后平安顺遂。谢谢陈天。不论以后还会发生什么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护住身边的人。陈天回头看着房间内的众人，嫣然一笑。